宋大哥，对不起，我刚刚误会你了。没事。宋怀安耳尖泛红，是我没教育好七郎和玉，我也去罚站。说着，他便转身面向墙壁。他这一面壁，搞得宋大郎几兄弟都有些懵，短暂的犹豫了一下，嘴替宋三郎恭恭敬敬的朝乔西作揖鞠躬。乔姐姐，我们也有错，我们也罚站。乔西微微一怔，几秒后，他噗呲一声笑了出来。这宋家父子还怪可爱的。宋大哥，还有大郎、二郎、三郎、五郎、六郎，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回来吃饭吧。让七郎和玉玉继续罚站，他可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搞什么连坐。见宋怀安没动，宋家几兄弟个个站得笔直。宋三郎刚想代表几兄弟讲两句时，耳边就传来宋怀安清冷的声音：让他们几个都站会儿，没看好弟弟妹妹，任由他们胡说八道，就是他们的错。话落，宋怀安人已经走到了饭桌跟前，人家当爹的都发话了，乔西这个外人也不好再发表意见。宋大哥，锅里给你留了饭，我去给你端来。不用，你吃你的，我自己去端。宋怀安心疼乔西，小姑娘一穿过来就忙得脚不离地，端饭这种小事儿哪里好意思再麻烦她。墙角，宋家几兄弟无语地撇了撇嘴，他爹这是转性了？他老人家只负责坐在餐桌上吃就行，今天可倒好，竟然主动要端饭。几兄弟腹诽归腹诽，倒也没敢揭自家爹爹的老底。宋怀安端着饭菜走到饭桌前坐下。小姑娘，村民们的话你也别放在心上，除了少数几颗老鼠屎，村子里的其他人都是良善之人。不知道是吃饱了还是被气饱了，乔西这会儿也没有什么食欲，索性一边听宋怀安说话，一边看他吃饭。被乔西看得不好意思，宋怀安脸颊一热。乔姑娘，我脸上有脏东西吗？应该没有吧，他刚刚去镇上买衣服的时候，还特意在店里照了照铜镜。没有，你慢慢吃，我回屋换衣裳。言毕，他起身匆匆进了屋子，关上房门。乔西拍了拍自己的脸颊，低声吐槽道：乔西，瞧你这点出息，不就是美男吃饭吗？你竟然看入迷了，丢不丢人啊？屋外，宋怀安听到这些，嘴角勾起一抹愉悦的微笑。乔姑娘说的美男应该是他吧？乔姐姐，我们洗，您去休息吧。乔西原本还想客套两句，可宋怀安却抢先开口说道：我带你去村里转转。行。乔西点点头，心安理得的跟着宋怀安朝大门口走去。他本就不喜欢刷锅洗碗，如今倒也乐得清闲。娘亲，我错了。听到乔西要走，正在罚站的玉玉哭着跟他认错。娘亲，我也错了。宋七郎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至于错哪儿了，小家伙也不清楚。乔西心里一软，下意识地看向宋怀安。宋大哥，从小到大，宋怀安别说体罚玉玉，就是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此刻听到闺女的哭声，他说不心疼是假的，可乔西的感受他也要顾及。你决定。那这次就先这样，以后他们再犯错，再好好收拾一顿。见宋怀安点点头，好了，不用罚站了，去玩吧。娘亲，你的小可爱来了。爹爹，拜拜，我带娘亲去村里转转。娘亲，我来啦！爹爹，拜拜，我带娘亲去村里转转。宋怀安僵在原地，俊美的脸庞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两个没眼色的小东西，没看到他想跟乔姑娘说些悄悄话吗？生气怎么办？现在让他们继续罚站还来得及吗？正想着，又一个没眼色的小东西走了过来。爹爹，我有事找您。宋大哥，那你先忙，我跟七郎和玉玉出去转转。说完，他牵着玉玉和宋七郎出了家门。宋怀安气不打一处来，他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做娃多最多。说。宋六郎吓了一个激灵。爹爹，咱家茅房太臭，刚刚乔姐姐差点被熏吐了。听明白了好大儿的言外之意，宋怀安面色缓和了不少。知道了，我去买砖。得知宋家父子要给自己单独修一个茅房，乔西心里感动极了。宋大哥，谢谢你。客气啥，是我们父子连累了你才是。我们这里条件艰苦，只能暂且委屈你几日，等时空之门开启之后，你赶紧回去。说到这里，他喉头一紧，心里莫名升起一堆难过的情绪。宋家几兄妹心里也不好受，一听乔西要走，个个心里都跟打翻了调味瓶似的，五味杂陈。宋大哥，明日你找赵礼正买块宅基地，等时空之门开启后，我从我们那边买砖瓦盖房子。宋怀安眼睛亮了一下，他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现代既然能买到米面粮油，自然也能买到砖瓦。行，乔姑娘，你觉得后山山脚下那块地怎么样？乔西没想到宋怀安会问他的意见，不解地嗯了一声。家里孩子多，我想着要买就买块大地皮，
盖个大点的房子，让他们几兄妹每人都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给你也盖一间，以后你再来洛河村，也不用跟玉玉和七郎挤一间。宋怀安之所以看中后山山脚下那片地，除了地方大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紧靠山林。倘若六郎三兄妹或者他的身份泄露，狗皇帝再次派出杀手，他们也可以立马往山里跑。宋大哥，可以买山吗？如果可以的话，直接把整片山头一起买了。买山？宋家几兄弟齐齐张大嘴巴，一脸震惊地看着乔西。宋怀安也被乔西的想法惊了一下，乔姑娘的野心貌似比他还大。见状，乔西笑着解释道，买了山之后，咱们可以在山里种各种各样的果树，你们这里的土地没有被污染，种出来的水果味道肯定非常好，到时候我把这些水果运回现代，贴上绿色无公害的标签，肯定能卖不少钱。成，既然你想买，那咱就买。乔西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村里条件有限，宋怀安修的依旧是旱厕，只是这个厕所只允许乔西和玉玉上。乔姑娘，你先将就着用，等有了水，我再给你修个可以冲水的茅房。能有一个独立的厕所，乔西异常高兴。谢谢宋大哥，我很满意。次日吃过早饭，宋怀安便去找赵理正商量买山的事情。赵理正觉得宋怀安一定是疯了，好端端的买山做什么？宋三，买山这事儿叔可做不了主啊，你真想买，那只能去县衙找县令。好，宋怀安也知道赵理正没有这个权利。说，您能陪我去县衙一趟不？乔西身份特殊，我想给他办个户籍，顺便把山一买。有了大梁朝的户籍，往后乔西要是想去大梁朝其他地方游玩，也能方便一些。最重要的是，他想把山头落在乔西名下。闻言，赵理正审视地扫了宋怀安一眼，倒也没有多说。行，我今天还有点事情，那咱们明天一早去县衙，可以吗？成。宋怀安松了一口气，来的路上他还脑补了一下，若是赵理正问起他该如何解释乔西的身份，却不想赵理正也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宋三呐，既然人家乔西不嫌弃你有8个娃，那你以后可得好好对人家。别的不说，你这媳妇儿绝对旺你啊！他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宋怀安也不嫌弃，听得十分认真。爷爷，宋三叔，不好了，不好了！平安，咋了？啥不好了？村口来了一伙官差，说是找宋三叔。找你宋三叔啥事儿？赵理正心里咯噔一下，总觉得大事不妙。不知道啊。你说你这孩子咋都不问问清楚？宋三，你在家里待着，叔先去看看情况。猜到这些官差应该是为了粮食而来，宋怀安眉头微皱。不用，我跟你一起去。也行。三人来到村口，果然看到一伙官兵正拿着大刀跟村里的护卫队对峙。我们可是田县令派来的，你们这些贱民胆敢阻拦我们进村，信不信老子让你们的狗头搬家？管你是谁派来的，要想进我们洛河村，就得守我们洛河村的规矩。规矩？老子的规矩就是规矩，赶紧麻溜的滚蛋！老子手里的刀可没长眼睛。巧了，我手里的斧头也没长眼睛。听说村口来了官兵，洛河村的村民们纷纷赶来看热闹，乔西也不例外。此刻他正抱着玉玉站在人群里默默吃瓜。哎呀，两位差爷，不知道你们来我们洛河村有何贵干呢？你就是宋三？赵理正说。不是，小老儿是洛河村的李正，赵家旺。李大勇哦了一声，开门见山道：听说你们村有个叫宋三的手里有粮食，县令大人命他立刻准备500担粮食送往县衙。如今灾荒严重，县令大人打算开设粥铺，为百姓们施粥。闻言，洛河村的村民们欢喜不已。县令大人可真是个大好人呐，竟然要给咱们施粥了。是啊，这样一来，那咱们岂不是不用再买粮食了，直接去县里等着施粥不就好了吗？对，那咱们现在就走。村民们一个个沉浸在施粥的快乐里，无法自拔。可宋怀安、赵理正以及宋家几兄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先不说田县令是真要施粥还是假要施粥，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现在根本没有粮食。同样不高兴的还有乔西。500担粮食大约相当于现代的1万斤，按照1斤1块几的单价算下来，也就1万多块钱。如今他也算是实现了财富自由，1万多块钱对他来说就是洒洒水了。设个粥铺施个粥也不是不行，但是以他对田有成的了解，但凡他真想施粥，就不可能吞下朝廷的救济粮，所以他要这笔粮食的真实用途，大概率也是为了高价卖出。当然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宋怀安的低价粮食动了他的利益，他想给宋怀安一个教训。不管是哪种可能，乔西都很不高兴。凭什么他公粮，美名却落在了田有成头上？真要是失州的话，他宁可以宋家人的名义开设粥铺，也不想让田有成这个狗县令落得一分好处。差爷，宋三手里是有一批粮食，可前段时间已经卖光了，如今别说500担，就是5斗他也拿不出来呀。哼，糊弄鬼呢！我们没来的时候，你们卖粮食卖得火热，我们这一来了，你们就没粮食了。小老儿不敢糊弄官爷，10天前粮食就已经卖光了。不信的话，差爷您可以去打听打听，看看我们村最近有没有卖出粮食。哼，老子不管你们有没有粮食，2日内必须将500担粮食运到县衙，否则，呵呵，你们全村不管男女老少，都等着重新投胎吧！兄弟们，咱们走。李正叔，这可咋整？拿不出粮食，他们不会真的要杀了咱们吧？李正叔，我还没活够，我不想死。都别吵吵了！赵礼正板着脸打断众人的吵闹声。宋三，去舒家说，乔西，你也来舒家一趟。赵礼正家里几人前脚刚进了院子，后脚王礼正、徐礼正几人也匆匆走了进来。老张，啥情况啊？我听村民们说，县令大人问你们要粮食。徐礼正问，准确来说是问宋三要，说是2日内拿不出粮食，就要砍了我们全村。狗娘养的，拿不出粮食就要砍人，这是什么道理？哎，老天爷不让人活，狗县令也不让人活，横竖都是个死，干脆咱们也学其他地方一样，反了算了。几位李正堂而皇之的说起造反的话来，听得乔西既震惊又刺激。老天奶呀，他这是要见证历史了吗？该说不说，他还挺赞成几位李正的话。既然狗县令不作为，那就拉他下马，主打一个你不让我吃饭，那我就砸了你的锅，大家都别想好过。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老伙计们，你们之前没粮的时候可是宋三帮了你们，如今他有了难，你们可不能干看着。那自然不能。王礼正第一个开口，这样吧，我现在回村挨家挨户问问大家伙手里还有没有余粮，能凑多少是多少，实在不行咱们就真的反了。咱们几个村子一联手，我就不信还斗不过一个狗县令。行了，大家伙都先各自回村里凑粮，剩下的事情以后再说。事关重大，赵礼正话刚说完，其他几位李正纷纷起身回村凑粮。宋三、乔西，你们别怕，凡事都有叔在。说没事儿，我们不怕，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先回去了。宋怀安早就想好了，既然狗县令上赶着找死，那他就送他一程。宋大哥，我觉得田有成没有那么好心，他要是真想施粥，完全可以用朝廷的赈灾粮。宋怀安跟乔西一个想法，准备准备，咱们今晚出发。干啥？劫富济贫。宋大哥，还真得是你，就是懂我。我去做饭，今天吃早点，吃完了再好好休息一会儿，晚上咱们就去匡扶正义。追风出发。第一次跟异性近距离接触，乔西的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总觉得宋怀安身上香香的，一点汗臭味都没有。乔西瞬间好感度拉满，忍不住往后靠了靠，感觉到怀里的柔软。宋怀安嘴角微微勾起，一路胡思乱想，没用多长时间，两人就到了县城外，把追风留在树林里。宋大哥，城门关了，咱们怎么进去啊？乔西大大的杏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乔姑娘得罪了。宋怀安说完之后，就运用轻功带着乔西飞到城墙内，惊得乔西下巴差点掉在地上。谁敢想，他刚刚竟然体验了一把当超人的快乐，真的一点不骗人。走。乔西回过神来，跟着宋怀安的步伐继续往前走。如宋怀安所料，县令府的守卫比上一次多了3倍，几乎每隔一段距离都会有一个守卫在看守。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宋怀安再次揽住乔西的腰。乔姑娘得……宋大哥，没事儿，我理解。一想到密室里还有无数金银珠宝，正等着被自己宠幸，乔西就忍不住偷乐。所以什么得罪不得罪的完全不存在，不就是搂个腰吗？没什么大不了。思及此，他带着乔西朝书房附近飞去。离书房越近，守卫越多。宋怀安带着乔西飞飞停停，总算到了书房所在的院落。看着门口2个站岗的彪形大汉，还有附近巡逻的一队官差，乔西眉头微皱。狗县令这是藏了多少宝贝啊？竟然派了这么多人看家护院。可惜时间匆忙，他也没准备什么蒙汗药。突然他灵光一现，
宋大哥。宋怀安正在思考该如何破局，听到乔西软糯的声音，立马偏头看他，放火。宋怀安眼睛一亮，待在这里别动，我去。好，注意安全。宋怀安点点头，下一秒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夜色中。很快，县令府最东边的院落上空被火光照亮，宛如白昼。不口了，走水了，走水了！下人惊慌失措的呼叫声打破了黑夜里的宁静。快，先救火！听到声音，原本还在巡逻的官差们立马朝东边跑去。书房门口，右边的彪形大汉问：大哥，那咱俩去吧？干啥去？咱俩的任务就是守好书房。暗处，乔西无语地撇了撇嘴，他都不知道该夸田有成聪明，还是该骂他笨。整这么多守卫，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家有钱吗？正想着，只见一道黑色的身影像一道闪电似的从他眼前一闪而过，接着守门的2个彪形大汉便像是2头死猪一样倒在了地上。乔西嘴巴张成了一个 O 型，老天奶呀，他这是错过了啥？怎么一眨眼的功夫，那2个大汉就成这样了？这也太不中用了吧！小姑娘可以进去了。哦，乔西傻愣愣地跟在宋怀安身后进了书房。宋怀安轻车熟路地打开密室。小姑娘，你先在上面待着，我下去看看有没有暗器之类的。好，乔西点头，心说宋怀安这人虽然脾气臭了一些，但是心还挺细。密室里，宋怀安仔细搜索了一遍，并未发现什么暗器，倒是意外地发现不大的密室里又多了几个大箱子。宋怀安冷笑一声，看来高价粮食这生意还不是一般的赚钱。这狗官该死！宋大哥，你没事吧？迟迟不见宋怀安的踪影，乔西不免有些担忧。没事，没有危险，我上来接你。不用接，我自己下来。哇，乔西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可看到一屋子的金银珠宝，他还是震惊的语无伦次。这也太多了吧！就是因为这些狗官们的存在，才会活活饿死那么多百姓。见他神情低落，乔西建议道：“宋大哥，要不咱们设个猪棚吧？他想为无辜的百姓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小姑娘，我替平地县的百姓们谢谢你。不用谢，我也没做什么。他始终觉得穿越大神让他来大梁朝，绝对不是让他来旅游这么简单。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让他拯救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宋怀安心里暖洋洋的，看向乔西的眼神更加温柔。这就是他喜欢的女子，勤劳、善良、聪明、美丽，一切美好的词汇放在他身上都不过分。许久之后，他收起自己的爱慕之情，催促道：“先把东西收了，咱们该走了。”乔西点头，小手一挥，收。原本满满当当的密室瞬间变得空空荡荡。从密室出来，乔西也没有放过书房的其他东西，凡是能看到的物件，他都收入地下车库。宋怀安抽了抽嘴角，这丫头就是一个吞金兽啊！不过他喜欢，等以后有机会了，带他去国库体验一把顺东西的快乐。宋大哥，来都来了，要不咱们多搞点东西？乔西双手合十，满脸都是拜托拜托的表情。宋怀安被他逗笑了，轻轻点头，宋大哥，你人真好。乔西吹起了彩虹屁，宋怀安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带着乔西趁乱将县衙扫荡一空。宋大哥，咱们得留点大礼给狗县令。什么大礼？走，先回书房。说着，两人重新回到书房，看着空空如也的书房，乔西郁闷死了。早知道刚刚就给狗县令留一张纸和一支笔，现在好了，需要用的时候一根毛都没有了。咚！一支黄色荧光笔突然从天而降，好巧不巧，直接砸到了乔西头上。乔西吃痛，捂着脑袋倒吸一口冷气，接着一张雪白的 A4 纸也落了下来。乔西又惊又喜，这不是他书房里的笔和纸吗？穿越大神这是又显灵了。顾不得其他，他抓起纸笔赶紧塞到宋怀安手里。宋大哥，帮忙写几个字，就写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宋怀安手握荧光笔，在 A4 纸上刷刷刷写下这8个字。宋怀安愣了一下，这笔会发光？见宋怀安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乔西解释道：这叫荧光笔，除了黄色还有其他颜色，我平时用来标注书本上的重点用的。哦，宋怀安了然，收起荧光笔，将 A4 纸放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地上，然后带着乔西离开了县衙。宋大哥，晚安。晚安。宋怀安勾着嘴角，目送他进了自己原先住的屋子，他则转身进了宋五郎和宋六郎住的屋子，躺在床上。宋怀安又失眠了，身上隐隐约约还有几丝乔西的味道，脑子也不受控制的想起刚刚美人在怀的场景。想着想着，他竟然可耻地支起了帐篷。向来清心寡欲的宋怀安臊得满脸通红，完了，
他觉得自己真的陷进去了。可乔姑娘一个现代人，能接受他这个带着8个拖油瓶的古人吗？原本强烈的欲望又被赤裸裸的现实冲淡了一些。宋怀安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小兄弟，心说：跟着我你也遭罪了。别人28都快当爷爷了，他28了，还是个黄花大闺男，这要说出去，谁敢信呢？另一边，乔西也翻来覆去睡不着，今晚目睹了宋怀安的身手，他再一次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真的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吗？直觉告诉他不是，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有他这么好的身手。那他究竟是谁？传说中的江湖大侠，还是躲避仇家的富家公子，亦或是隐居在小山村的世外高人？乔西脑洞大开，不过不管他是谁，他都是一个好人，他不会伤害自己，这就够了。这时乔西又想起刚刚凭空降落的荧光笔和 A4 纸，他猜测他不是不能从别墅里取东西，而是每日只能取1次。这样说来，他昨天没取，岂不是平白无故浪费了1次机会？乔西越想越后悔，干脆跟穿越大神打起了商量。穿越大神，你老人家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吧，我在这里吃不好穿不好更睡不好，还有我已经整整2天没有洗澡了，你闻闻我身上都快腌出味儿了。您看这样好不好？让我回家洗个澡，吃顿大餐，再过来替您拯救您的信徒，如何？许是他语气太过诚恳，原本平平无奇的土墙突然金光大现。看到熟悉的时空之门，乔西直接蹦了起来。多谢穿越大神，您真是个好人。不对，您真是个好神。要是您能让宋家父子也过去洗个澡，那就更好了。您知道他们身上那味儿有多上头吗？宋大哥还好，香香的，没什么怪味儿。可宋大郎那一身臭汗味儿啊，差点能把我熏死。穿越大神，你也不想看到我还没有拯救天下苍生就被熏死吧？乔西不断的 PUA 着穿越大神，至于有没有效果，他也不清楚。我知道您法力有限，一下子送我们一群人过去，肯定得费不少精力。要不您想想办法，帮帮忙，或者您忍一忍，别墅浴室多，我们洗个澡，很快就过来。您不说话，我就当您答应了啊。那我就叫人了啊，您可别反悔啊。穿越大神就聒噪。隔壁宋怀安也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起身下床，走到门口敲了敲门。乔姑娘，是不是时空大门开了？乔西打开门，兴奋道：宋大哥，快去喊几个小子起床，我带你们过去洗个澡。说着，他转身走到床边，把宋七郎和玉玉叫醒。不多会儿，宋家几兄弟也全都起了床。看到失而复得的时空之门，宋家父女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大郎，你留下来看门。听了宋怀安的话，宋大郎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果真是他后爹，没听到刚刚乔姐姐说他身上的臭汗味都快把他熏死了吗？还不让他洗澡。宋大郎同样有内力，所以五感超乎常人，只是比起宋怀安他还差一点，能听到看到的范围比较小。早在宋怀安和乔西回来时，他就醒了过来，只不过一直没吭声。早知道会听到乔姐姐的吐槽声，他宁可睡死过去，太羞耻了。宋怀安当然听到了乔西的吐槽，暗自庆幸自己比郝大儿干净一些。他犹豫了一下，说道：三郎留下吧。三郎爱干净，自从乔西给他们买了湿巾后，每晚都有湿巾擦身体，身上没什么味儿。宋三郎眼底闪过一丝失望，嘴上却乖乖应道：是爹爹。看出小少年的不高兴，一会儿你爹爹洗完过来换你。虽说已经是深更半夜，但是家里还是得有人在，万一有什么突发事件，也有人能替大家拖延一下时间。谢谢乔姐姐。乔西回了他一个笑容，抱着睡得迷迷糊糊的玉玉，第一个进了别墅。紧接着，宋家父子依次进了别墅。乔西打开卧室的灯，乔姐姐，这就是灯吗？宋五郎眼睛亮亮的，看什么都好奇。对，时间紧迫，先去洗澡，其他事情以后再说。六郎七郎，给你们爹爹和哥哥教下如何洗澡。别墅空房间很多，每个都有独立的卫浴，你们每人挑选一间，尽快洗完。时空之门一会儿就要关闭了。闻言，众人收起好奇心，跟着宋六郎进了一间空房，学习如何洗澡。20分钟后，乔西从浴室出来，走到床边，拿起手机才发现，好家伙，上百个未接来电，几百条微信。乔西翻看了下通讯录，给他打电话的除了齐老爷子和齐言之外，就是一些陌生来电。乔姑娘，我们洗完了。乔西打开卧室门，宋大哥，车库有我之前买的物资，你让七郎带你们去，能搬多少就是多少。六郎，你去冰箱，里面还有我之前买的水果、蔬菜、肉以及冷冻
用食品，全部打包带回去，我有点私事要处理。好。宋家父子应了一声，立马行动起来。宋大郎化身人形运输机器，扛起5袋陈米就往大梁朝跑。宋二郎腿脚不方便，负责在原地装车。宋五郎、宋七郎则负责用板车运米。宋六郎拿着一个超大塑料袋，把冰箱里的食材全部装了进去。玉玉撅着屁股在放零食的矮柜里扒拉，瞧见自己爱吃的零食，赶紧抱起2包就往回跑。宋怀安扛了4袋面粉，提了2大桶菜籽油，回到了大梁朝，换宋三郎去洗澡。之后他把好大儿们搬回来的物资又一一搬到了地窖。卧室里，乔西看着时空之门的金光越来越暗，猜到穿越大神撑不了多久，赶紧给齐老爷子和齐言回消息，语音留言：齐爷爷、齐言，不好意思啊，让你们担心了，我最近有点事情，出了趟远门，不太方便回你们的消息，等过几天我再去古堡斋看你们。匆匆回完消息，乔西又翻箱倒柜，给自己拿几件换洗衣裳，准备在大梁朝常住。更何况搞了那么多不义之财，不做点好事儿，他心里也过意不去。叮，手机响了。姑奶奶，你真是要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自杀了，要不是老爷子拦着我，我都把你家门锁给撬了。西西，你人没事就好，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你尽管开口。听完这话，乔西咬了咬嘴唇，犹豫不决。他现在基本可以确定，齐老爷子一定是知道些什么，所以才会这样说。齐爷爷，您明天能帮我买一些蔬菜吗？齐老爷子秒回：当然可以，都需要什么菜？我明天让齐言去买。白菜、白萝卜、胡萝卜各要500斤，西红柿、黄瓜、茄子、豆角这些常见蔬菜各买1斤就行。对了，还有鸡蛋，先买200盘。暂时就这些，有需要的话我再给您打电话。白菜、萝卜这些是给百姓们准备的，其余的菜他准备留着和宋家人一起吃。你买这么多萝卜白菜干啥呀？开养猪场了？乔西他还是喜欢跟齐老爷子这种聪明人沟通。臭小子，你怎么那么多废话？西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说那么多废话干啥？西西，不用理他。乔西扫了一眼时空之门，见门上的金光已经微乎其微，急忙说道：齐爷爷，东西放我家车库，我们家大门的密码是……他说完之后去仓库找宋家几兄弟，大郎、二郎运完这一趟就不运了，5郎、7郎再搬几箱方便面和自热火锅。趁着几兄弟忙着搬货的时候，他走到车库的角落，想着该如何处理这些从县令府打劫来的金银珠宝。明天齐言要来送货，这些东西放在这里肯定不行，用平板车一趟一趟运输的话又太麻烦，要是直接能运到3楼的储藏室就好了。正想着，眼前的大箱子全部消失不见，紧接着他的脑海里出现3楼储藏室的画面，那些消失不见的大箱子此刻正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储藏室。乔西心中一喜，嘿嘿，又解锁了新技能，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辛苦宋家几兄弟，他直接用意念将东西移到大梁朝了？咦，乔西试了一下，不行，面前的物资一动不动，看来他的金手指目前只能往里收东西，然后就是近距离移动物资。隔空取物的话，一天只有1次机会，至于跨时空移动物资，可能还需要再升级。突然乔西眼睛一亮，虽然不能跨时空移动物资，但是可以先把物资移到2楼卧室，这样隔着一道门的距离，只需要从这一边扔到大梁朝不就可以了吗？说干就干，乔西用意念先移走一小部分物资，然后对宋家几兄弟说：不用搬了，上2楼往过扔。原本还在老老实实搬运物资的几兄弟，一个眨眼的功夫，眼前的物资就少了一些，惊得几个人眼睛瞪得溜圆。乘坐电梯来到2楼，看着时空之门前的物资，几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他们哼哧哼哧搬了老半天，总共搬了不到100袋米，可乔姐姐略微施法术，这么多米就自动搬到了2楼，简直不要太方便。大郎、二郎，快扔，时空之门要关闭了。两兄弟应了一声，赶紧往门那边扔物资，扔到一半，他们全部都被送回大梁朝，时空之门再次关闭。七郎，你闻闻五哥香不香？香，五哥跟我一样香。说完之后，小家伙突然想起什么，小嘴一瘪，差点哭了出来。完了，大家都变得香喷喷了，那他全家第1香的位置不就不保了吗？我也香。玉玉插嘴道。宋大郎、宋二郎和宋三郎也抬起自己的胳膊嗅了嗅，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香，
太香了，他们这辈子就没有这么香过。看着几兄弟那副憨憨的模样，乔西勾了勾唇，等以后时空之门稳定了，咱们不但可以天天洗得喷香喷香的，晚上还能住在别墅。我家房子多，1人1间也够住。若是条件允许的话，我还可以带你们出去逛逛街，看看我们那边的世界。宋六郎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乔姐姐，那到时候我可以坐汽车吗？当然可以。乔西揉了揉宋六郎的小脑袋，给他画饼。只要你好好学习，别说坐汽车，就是坐飞机我都带你去。乔姐姐，我一定好好学习。啥是汽车？啥是飞机啊？宋五郎好奇道。汽车和飞机跟马车一样，都是一种交通工具。不过汽车是在地上跑的，飞机是在天上飞的。小家伙把自己从平板里学到的知识跟众人讲了一遍。啥？天上飞的？宋怀安也被惊到了，在天上飞的马车，很难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好了，不早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乔姑娘，你先睡，我带孩子们先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然后我们再睡。对，乔姐姐，您去休息，我们来收拾。宋五郎还在兴头上，一点也不想睡。宋家几兄弟跟他一样，毫无睡意，满脑子都是刚刚经历过的奇妙旅程。不用你们收拾，我来。乔西打了个响指，地上的货物全部都瞬移到了地窖。好了，都去睡觉，谁不听话，以后就别想再去别墅。话落，宋家几兄妹连同宋怀安都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乔西不禁失笑，这帮小屁孩怪有意思的。娘亲，我睡着了。宋七郎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装睡。娘亲，我也睡着了。玉玉睁着眼睛说瞎话。乔姐姐，我也睡着了。紧接着是宋五郎、宋三郎、宋二郎、宋大郎的，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心说一帮幼稚鬼，谁睡着了还会说话呀？乔姑娘，我也睡着了。听到宋怀安的声音，乔西无语地抽了抽嘴角，老大个人了，为了能再去别墅，连脸都不要了。隔壁话刚一出口，宋怀安就被自己给蠢哭了。老大个人了，怎么跟个孩子似的，幼稚的不得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一碰到乔西，好像脑子都没办法正常运转了，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跟他待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睡睡觉啊，呸，又想歪了。次日吃过早饭，赵李正和附近几个村子的李正村长拉着一车粮食到了宋家。宋三，咱们总共就凑了这么些粮啊，估摸着能有个100担，你先把这些给田县令送去，剩下的400担咱们再想想办法。叔，这些粮食我们不能收。话还未说完，就被赵李正打断。咋不能收啊？你收你的。那些官差们不是说县令大人要施粥吗？咱们都去县城等着他施粥不就好了？横竖都是吃饭，上哪儿吃都一样，去县城吃也好，还不用自己做。对呀，宋三，你李正叔说的没错呀，我们饭碗都准备好了，就准备去县衙里要吃的了。就是，老子早就做饭做得够够的了，难得有人乐意给我做饭，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行了，都别废话了，大家帮忙把粮食送到县衙。赵李正一声令下，众人也不再管宋怀安的意见，推着车子转身走人。宋大哥，要不咱们也去？乔西挑眉分析道，当着这么多百姓的面，狗县令应该不敢私吞这些粮食。宋怀安点头，吩咐宋大郎从地窖搬了10袋陈米，放在平板车上。大郎，看好弟弟妹妹，我们去就回。是爹爹。宋大郎应了一声，走到乔西跟前，把搂着他大腿不松手的玉玉抱走。玉玉气得小脸通红，大哥哥真讨厌。玉玉听话，大哥带你去找青青姐姐玩，好不好？宋大郎呲着牙，心说还得是他呀，脑瓜子就是好使。这几天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借口去找林青青，现在借口不就来了吗？我不去，哼！玉玉很不开心，望着乔西和宋怀安远去的背影，小声抽泣起来。宋三，赵李正从队伍最前面快步走到最后面，气喘吁吁地说道：不好了，田县令死了。死了？乔西愣了一下，随后下意识地看向宋怀安，见他轻轻摇头，便收回了目光，继续道：什么死的？吓死了。吓死的？乔西不淡定了，他还以为狗县令发现密室被盗被气死了，谁知道竟然是吓死的。可不咋的，说是昨晚神仙降下神谕，田县令看到后惊吓过度，就那么给死了。闻言，乔西和宋怀安对视一眼，
彼此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惊讶与好奇。神谕？难不成是穿越大神看不惯狗县令的所作所为，直接把他给干掉了？据说那神谕是一张雪白雪白的纸，上面写着劫富济贫替天行道8个大字，而且那字迹还会发光啊。听到这里，宋怀安差点笑出声来，这狗县令也太没用了吧，竟然被几个会发光的字给活生生吓死了。也好，倒是省去了他动手。没毛病，肯定是神仙显灵了，一般人用的东西哪里会发光啊？对啊，没错，一定是神仙显灵了。周边听八卦的村民们也点头附和，更有甚者直接跪在地上咚咚咚地磕了几个响头。哎呀，神仙在上，请受小人一拜，小人别无所求，只求您能降一场大雨。乔西皱了皱眉，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嗨，这哪里是什么神仙显灵，分明是他显灵了才对。不过也好，有神仙替他背锅，那以后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可就更加顺理成章了。李正胜，既然县令死了，那咱这粮食还送吗？一个身材消瘦的汉子问。平心而论，他是真不想往县令府送粮食，粮食总共就这么些，灾民却不老少，等熬好粥分到众人手里，恐怕也就一碗稀饭，还不如自己在家煮粥，怎么也能吃个半饱。赵理正拧眉，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见他一脸犹豫，宋怀安主动开口：赵叔，您先带大家伙回去，我和乔西去县城看看。宋三，虽然田县令死了，可那些灾民还活着。叔想着，既然粮食已经收了上来，那不如咱们就送到县城，能救一个是一个，你觉得呢？宋怀安很赞同赵理正的想法，应声道：叔，听您的。好，那咱出发。怎么样，累不累？他问乔西。有一点。等到了县城，已经差不多是中午12点。我勒个老天爷呀，田县令可真是个好官儿，他这一死，咱们就不用死了。呸，好个屁！要不是他克扣朝廷的救济粮，我娘我爹也不会死。可不咋的，这狗官不作为，害得我还误会是皇上不管咱们了。听了灾民们的话，乔西摸着下巴，十分认可道：这皇帝不错，是个好皇帝。宋怀安冷哼一声，并未说话。好皇帝，他也配？宋大哥，你这声哼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话说，有喝完粥的灾民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狗娘养的，老子还以为朝廷给的救济粮是好的，哪里知道一碗粥里就有半碗是烧的，烂心肝的玩意儿，大梁朝迟早要灭了。乔西他算是明白宋怀安的哼是什么意思了，好吗？没粮就没粮吧，用沙子凑数，这可不行。小姑娘，你在这里等着，我去讨碗粥过来。宋怀安说完之后，混进灾民的队伍，很快他抓了一把米过来。讨粥的人太多了，我没轮上，倒是趁乱抓了一把米。乔西扫了一眼，好看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这米都发霉了，吃了可是会死人的。哼，所以他还是个好皇帝吗？乔西垂眸，沉默不语。这时赵理正领着几名官差走了过来。差爷，这些就是宋三送来的米，麻烦您让人过过秤。李大勇用刀尖划开其中一袋米，刚想找茬时，就看到一粒粒白花花且饱满的大米从米袋里洒了出来。这是贡米？这应该不是吧？赵理正也没见过贡米，他只知道宋三儿卖给他们的米都是好米。不是说没米吗？那这些又是什么？不等赵理正答话，他不耐烦地说道：行了，这些米我们就收下了，明日再送1000担米过来。你们也看到了，灾民比较多，都等着米下锅呢。乔西哪能看不出李大勇的小心思，他故意问道：这位差爷，我们来的路上听说田县令得罪了神仙，然后被厉鬼索了命，这是真的吗？李大勇后背一凉，随后瞪了乔西一眼。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县令的事情也是你等贱民能议论的。乔西就靠，敢骂他？有本事留下地址，今晚装神弄鬼吓死你！正想着，只见李大勇尖叫一声：谁他妈敢打老子！众人一脸莫名其妙，
没人动手啊！李大勇气的脸都黑了，感到手心有些湿热，低头一看，指缝间全是鲜血。神仙显灵了！神仙显灵了！乔西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但不妨碍他吓唬吓唬李大勇。胆敢打这些米的主意，就要做好被收拾的准备。神仙饶命！神仙饶命！小的该死，小人该死！见状，几个胆小的官差也跟着磕头求饶。王铁柱瞥了他们一眼，随后将视线落到宋怀安身上。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刚刚应该是这人动的手。宋怀安迎上他的目光，拱手问道：差爷，劳烦找个可以做主的过来验收粮食。您稍等，宋三哥，这是咱们平利县的县城刘胜，有劳宋兄特意跑一趟，我代表灾民们感谢您的慷慨解囊。刘胜和王铁柱私交不错，来的路上就听王铁柱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劳烦刘县城将那些发霉的朝廷救济粮销毁，改用这些米熬粥，少放水，多放米。这……刘胜皱眉，一脸为难道：宋兄啊，属在下不能答应销毁朝廷救济粮。你也看到了，灾民们实在太多了，你们这点粮食顶多撑个1天。粮食的事情我来解决，你只需照做就行。宋怀安打定主意，今晚再制造几起神仙显灵的事情，他就不信那些家里有粮的地主乡绅敢不施粥。行，听宋兄的，我现在就派人重新熬粥。慢着，若是让我知道有人调包了这些粮食，宋兄您放心，我一定会亲自盯着手下的人，绝对不会打这些粮食的主意。宋怀安不放心，留下几个护卫队的汉子盯着刘胜，这才带着其他人返回洛河村。洛河村，你怎么来了？青青、玉玉和七郎要来找你玩，我就带他们来了。我没说呀。玉玉两手一摊，一脸无辜状。青青姐姐，你是又有了其他好弟弟了吗？都不见你来找七郎玩了。林青青翻了个白眼。宋七郎，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大哥。宋七郎咬着嘴唇，似哭非哭地看了眼宋大郎。宋大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看向宋七郎的眼神要多无语就有多无语。好吧，千错万错都是七郎的错。既然大哥和青青姐姐不喜欢七郎，那七郎走就是了。说着，他拉起玉玉的手，像风一样的朝着家里跑去。嘿嘿，薯片、辣条、小面包，我来了！他们一走，宋大郎既尴尬又兴奋。青青，你最近在忙什么？都不见你来找我玩。林青青双手抱胸，阴阳怪气道：我能忙什么？当然是忙着上山挖野菜、捡蘑菇了，省得你家哪天反悔，连我家最后那点粮食也都要走了。青青，我不说了，我还急着上山采蘑菇。说完之后，林青青转身回了自家院子，留给宋大郎一个孤傲的背影。宋大郎挠了挠头，心事重重地回了家。乔西和宋怀安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宋大郎在院子里发呆。大郎，乔西喊了几声，宋大郎都没有应声。咋回事啊？魂不守舍的，怎么瞧着像是失恋了？宋怀安皱眉，不解道：什么是失恋？就是娘亲不要爹爹了，爹爹就跟大哥一样失恋了。乔西就熊孩子还真是记吃不记打，说的就跟他和宋怀安谈恋爱了一样，恋爱都没谈，何谈失恋？宋怀安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下一秒耳尖一红，呵斥道：臭小子，又在胡说八道，去墙角罚站。失恋？呵呵，开什么玩笑，人家乔姑娘从头到尾就没有要过他，何谈失恋？宋七郎撅着小嘴巴，默默走到墙角罚站。真是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七郎委屈，但七郎不说。乔西无视小家伙委屈巴巴的模样，把宋怀安拉到里屋，低声说道：宋大哥，今晚要不要再干几票大的？见他一脸兴味，宋怀安情不自禁地勾了勾唇。干！乔西嘿嘿一笑：宋大哥，你字写得好看，麻烦你多写几张，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咱们今晚多搞几家。好。宋怀安接过荧光笔，美滋滋地写了一张又一张。他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因为字写得好看而被心悦的女子夸赞。夜幕降临，宋怀安和乔西换上夜行衣，骑上追风，再次前往县城。说来也是宋怀安机智，上次踩点县令府时，他就顺便把县城所有豪门户妇都打听了一遍，所以今晚之行异常顺利。回城的路上，乔西控制不住，笑得身子一颤一颤的。今晚收缴的金银珠宝比昨晚从田有成家里收缴的多了可不止2倍。
这要是拿到现代换成人民币，老天奶呀，乔西都不敢想那得有多少钱呀！早知道暴富如此简单，他就应该早点来大梁朝。仇人呐，这么多钱他该咋花呀？坐在他身后的宋怀安被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叹气的模样搞得有些懵逼。怎么了？宋大哥，我在想啊，这些钱该怎么花？总感觉钱太多，这辈子怕是花不完了。宋怀安微微皱眉，他该不该告诉乔西，这点钱怕是还不足以养活一支军队。能花完的。不等宋怀安把话说完，耳边就传来乔西兴奋的声音：宋大哥，你说咱们把这些钱都无偿捐给那位姓宋的少年将军，让他拿去招兵买马，一统天下，好不好？好，既然他想一统天下，那等六郎登上皇位后，他就带兵出征，打个天下回来给他瞧一瞧。哇，宋大哥你人真好，就冲你这觉悟，迟早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媳妇儿。宋怀安声音淡淡，嘴角却高高翘起。称心不称心他不知道，反正他媳妇儿肯定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儿。乔姐姐，咱们今晚还能去别墅吗？娘亲，我想洗香香。乔西不确定穿越大神还能不能撑得住，然后双手合十，十分虔诚地跟他老人家讨价还价。穿越大神，我给灾民们买的蔬菜应该到了，今晚要是不取的话，明天就不新鲜了。再说了，灾民们也不能只吃粥不吃菜啊，这多不营养啊！许是被他唠叨烦了，没多久，时空之门再次打开。穿越大神，你可真是个好神仙，大梁朝的百姓们一定不会忘记您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乔西恭维的话一句接着一句，玉玉奶萌奶萌地竖起一根大拇指，夸赞道：好神仙，我不会忘记您的。对，七郎也不会忘记您。宋家其他几兄弟也想拍几句神仙的马屁，结果不等他们开口，人已经被全部吸到了别墅，独留宋怀安一个在大梁朝。有了昨天的经验，几兄弟各自找了个房间开始洗澡，乔西则来到院子里，将蔬菜和鸡蛋全部移到2楼，只等宋家几兄弟洗完澡开始搬运蔬菜。翌日天刚亮，各位叔伯，昨日多谢大家帮忙凑粮，所以这些粮食和蔬菜我们无偿送给各村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我们打算送往县城用来赈灾。听到这儿，几位李正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宋三儿这孩子不错，他们没有白帮。给各村分完粮食和蔬菜，宋怀安又带着乔西和村里的汉子们拉着粮食和蔬菜去了县城。神仙在上，求您再给小人一次机会，小人以后一定好好做人，绝不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不对，小人以前也没做过，都是田有成逼小人的，您一定要明察秋毫，不要冤枉了好人呐。刘县城。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吓得刘胜原地跳起。宋兄，你知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呢？俗话说得好，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不知道刘县城这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了，才会被吓成这个样子。宋兄说笑了，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啊？哦，是吗？听说昨晚神仙又显灵了，我也是担心刘县城，顺口一问罢了。刘胜尬笑2声，岔开话题道：宋兄，不知二位今日是为何事而来？来给灾民们送些粮食和蔬菜，另外我想买一块地，不知道刘县城能不能行个方便。这时一个长相富态的中年女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旁若无人道：刘胜，听说有好心人给那些灾民送了不少蔬菜，我不管，你可得给咱们家留一车，我这都好久没有吃上菜了。闭嘴！神仙饶命，是贱内不懂事啊！话还没说完，中年女人一个大笔兜子便呼了上去。我是姓刘的，你跟谁咋咋呼呼的？我看你是几天没挨打，就跟骑老娘头上作威作福了。刘胜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气不打一处来。朱红霞，快闭嘴吧！你想死可别拉上我！能耐了哈，还敢直呼老娘大名了啊！这位大姐，还请手下留情，那些菜是我们送来的，您想吃的话，我一会儿给您拿几颗，但是一车的话恐怕不行。您也看到了，灾民太多，那些蔬菜也是杯水车薪，他们有事儿需要刘胜帮忙，所以给他送点蔬菜也是应该的。听到声音，朱红霞这才注意到屋里还有其他人，见乔西长得白白净净，声音又软又糯，顿时心生好感。
行，那我听妹妹你的，萝卜白菜我每样只要3个。好。刘胜气得吹胡子瞪眼，可又拿朱红霞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是杀猪匠的闺女，而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呢？片刻后，他心平气和道：媳妇儿，你先回去，我跟宋兄他们有话要说。哼，回去就回去，老娘还不乐意待在你们这破县衙。朱红霞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宋兄宋夫人，让你们见笑了。乔西瞬间红了脸。刘县城，您叫我乔西就行，我和宋大哥还没有成亲。哦。刘胜愣了一下，心说没成亲就敢孤男寡女的天天待在一起，也不怕别人传闲话。可对上宋怀安那冷冰冰的脸色，他愣是一个字都没有敢多说。刘县城，我们想买洛河村的云栖山，不知道需要多少银两。买山？刘胜大吃一惊，不解道：宋兄，你们买山是要……见宋怀安眼底闪过一丝不悦，他立马开口道：宋兄说笑了不是？您给咱们平利县捐了这么多粮食和蔬菜，哪里还需要您再花钱买山呢？我现在就给您过户，1座山够不够？不够再来1座。够了，云栖山脚下的空地我也要了。明日我会再让人送些粮食过来，再帮乔姑娘开个户籍证明和路引。闻言，刘胜下意识地看向乔西，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这姑娘竟然是个黑户，她该不会是什么坏人吧？我家里人都死了，之前的户籍证明也丢失了，劳烦刘县城帮我开个女户，可以吗？可以。3下5除2，搞定云栖山和乔西户籍的事情。刘胜恭恭敬敬将他们送出县衙。宋大哥，乔西拿着自己的户籍证明，美滋滋道：咱们今晚得好好庆祝一下。好，听你的。乔西眼珠子咕噜一转，既然宋怀安这么好说话，那他也就不客气了。宋大哥，盖房子的时候能不能单独分给我一小块地？我想在洛河村盖个小院子，以后再来的时候也有个落脚的地方。宋怀安垂眸思索，就在乔西以为他不愿意的时候，他开口说道：可以，最中间的地留给你，几个孩子的房子依次建在你两侧。不用，最中间的位置留给你和未来嫂子，给我一个小角落就行。等灾荒年结束后，我可能也不会在大梁朝常住，他还是习惯住别墅，享受现代化以及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宋怀安冷着脸了一声，迈着大步朝前走去。见他一副小爷很不爽的模样，乔西皱了皱眉，一脸莫名其妙，这是生气了？他也没招惹他呀，好端端的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宋怀安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一听乔西说什么嫂子，说什么以后不会来大梁朝常住，他就觉得心烦意乱。走出老远，他才发现乔西没有跟上，只好原路返回去找他。可哪里还有乔西的影子啊？说来也是他的错，好端端的为什么扔下他自己就走了呢？不，他得去找乔西，他不能出意外。此刻乔西正在另一条街上乱晃悠，压根儿不知道宋怀安找他快找疯了。什么人啊，生气总是有个原因吧，什么都不说就扔下我，水灵灵的走了。自我开导了一会儿，乔西心情好了不少，一边走一边欣赏着大梁朝的风景。走着走着，前方传来一阵吵闹声，乔西好奇心大起，加快步子跑到前面的粥棚看热闹。这谁家孩子咋这么不懂规矩？没看着大家都在排队呢，你倒好，一上来就插队。就是要喝粥就老老实实上后面排队去，跟个饿死鬼投胎似的。就你知道个，我们就不知道个了。面黄肌瘦的宋四郎被众人一阵说教。各位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你们行行好，我已经整整10天没吃饭了。好不容易撑到县城，原本想着吃一碗热乎乎的粥再回洛河村，谁知道那排队领粥的人竟然那么长。机智如他，便想到了插队这个好办法，结果这些人一点爱心都没有，他都可怜成这样了，他们竟然也不让他。你没吃饭跟我有什么关系？是我不让你吃饭了吗？四郎，乔西有些不太确定地看着眼前脏得不能再脏的小少年，眉头紧皱。在他的印象里，宋四郎长得挺白净，也很帅气，可眼前的小家伙不但晒得黢黑，还是个豁牙。要不是他光着上半身，隐私部位用几片破叶子挡着，跟玉玉口中六马宋四郎有几分相似，他也绝不会把他跟宋四郎联系到一起。
小姐姐！看到熟悉的人，宋四郎又哭又笑，像个神经病似的朝乔西跑去。等到了乔西跟前，小家伙张开双臂，想给他一个熊抱时，下一秒，眼前的乔西就没了踪影。乔姑娘，是我不好，我刚刚不应该扔下你，咱们回家。这街上流浪汉和乞丐比较多，不安全。宋怀安急着道歉，根本没认出自己的好大儿来。天知道他刚刚走过来，看到一个小乞丐横冲直撞的朝乔西扑去，他心里有多紧张。还好他来得及时，没让那小乞丐得逞。看着一脸愧疚的宋怀安，乔西一言难尽地指了指他身后。四郎，爹爹，我想死你了。宋怀安好看的眉眼拧成一个疙瘩，这孩子这都经历了些什么呀？怎么落魄成这样了？这时赵大虎从不远处走了过来。三哥，小嫂子！乔西差点被他这声小嫂子给送走。老天奶呀，他该不会是喊的他吧？宋怀安点点头，故作淡定道：你也来县城逛啊？对啊。哎呀，这也不是富贵儿吗？你也不是去找你的亲生父母了吗？咋又回来了？臭小子，害他风餐露宿大半个月，这笔账他得记一辈子。富贵，乔西眨了眨眼，怎么听着像是有瓜吃似的？宋四郎无视赵大虎，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爹爹，我饿，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乔西就刚刚不是说整整10天没吃了吗？这小子嘴里没有一句实话。走吧，我带你去喝粥。乔西于心不忍，领着狼狈不堪的宋四郎准备去找刘胜。宋怀安抬脚准备跟着去的，却被赵大虎一把拉住。三哥，咱俩找个地方，我给你看点宝贝。三哥，这些宝贝可值老鼻子钱了。什么宝贝？赵大虎巡视一圈，见四下无人，才神秘兮兮地拉开背包拉链，露出里面的快乐水瓶。三哥，咱们发了，这瓶子一个值800两银子，这里面有10个，那就是8000两。宋怀安气笑了，他当是什么宝贝，结果就是一堆破瓶子，得白高兴一场。行了，你先回家吧，婶子和秀儿他们一直在记挂你。见宋怀安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赵大虎上扬的嘴角垂了下来，一脸茫然道：三哥，这可是8000两啊，您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天知道他这一路有多么宝贝这些瓶子，睡觉都得抱在怀里，生怕被人抢了去。值不了那么多钱，四郎那小子坑了人家古堡阁的掌柜，后来我还给人家赔了一笔钱。宋怀安三言两语把事情跟赵大虎讲了一遍。你一会儿回家的时候顺便去古堡阁一趟，把这些瓶子都给卖了，赚的钱就当是你这一趟的辛苦费。三哥，我不要辛苦费，要不是您当初给了我家粮食，我娘我媳妇儿也不可能活到现在。宋怀安目光一冷：大虎，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你要是还认我这个三哥，就听我的。不知怎么的，赵大虎莫名感到一阵凉意。三哥，我听你的。哦，对了，这些钱给你。赵大虎从包里掏出一沓银票，接着又掏出一把碎银、一把铜板和一枚玉佩。这是哎呀，都是四郎赚的，被我给偷了。赵大虎也没瞒着，把这一路上宋四郎的所作所为事无巨细的跟宋怀安讲了一遍。三哥，您以后可得留个心眼，这小子鬼精鬼精的，您可别被他给卖了。看着手里的钱，宋怀安站在原地，差点怀疑人生。别说是宋四郎了，他现在都好奇这货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怎么就能生出这么一个小滑头？年纪不大，但是很有当奸商的潜质。这要是把他送到京城，恐怕那些达官贵人的小金库都会被他给榨干。许久，宋怀安反应过来，留下银票和玉佩，其余的碎银铜板都塞给了赵大虎。这些钱你回去给秀儿，让他攒着给狗蛋将来娶媳妇用。哎呀，三哥，那我就收下了，以后再有啥活您尽管开口。小姐姐，我可太惨了，那些人他们竟然吃人，我差点被他们吃掉。乔西听得眉头直皱，看来大梁朝的饥荒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也不知道少年将军和他的部下们处境如何。还有那些坏蛋，我赚了好多钱都被他们给偷走了，就连我爹娘留给我的玉佩也给偷走了。宋四郎心里憋屈死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坏蛋，一
一天不干人事儿，就知道偷小孩的钱。乔西趁机给宋四郎上起了教育课。四郎，江湖险恶，这次算你命大，能活着回来，下一次可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命了。事实上，要不是赵大虎一路护着，宋四郎早就死了800次了。可惜这小子蠢笨的，一路竟然没有发现赵大虎的存在，更没有发现宋怀安对他隐忍的爱意。小姐姐，我再也不走了，外面都是坏人，还是我爹好，他给我饭吃。我大哥也好，他会做饭。我二哥也不错，我衣服破了他还给我缝。我三哥不太好，总是逼着我学习。我五弟有点抠，不给我吃零食。我六弟有点事儿精，动不动就给我爹告状。我七弟话好多，吵得我都睡不着。玉玉太调皮，天天就会撒娇卖萌，可是我还是想他们。村里那么多孩子，怎么不见你三哥逼着别人去学习？得亏五郎抠，要不然哪里有零食让你偷啊？但凡你能勤快一点，六郎那就不是告状，是替你要奖励。七郎话是多了点，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没见他说话呀。你要不要反思一下，为什么他会吵到你睡觉？还有玉玉，他还是一个2岁半的小孩子，不尿床已经很棒了，为什么不能撒娇卖萌？这番有理有据的话说的宋四郎沉默了。是啊，这一路上要不是靠着三哥教他的字，他都不认识东南西北。大哥、二哥、三哥他们吃东西都超快，要不是五郎偷摸着藏点小零食，他也不可能吃双倍零食。六郎虽然爱告状，但是也不是告他一个人的状，大哥、二哥、三哥犯了错他也告，而且他们做了好事儿，六郎也会跟爹爹说，爹爹还会夸他们。七郎是闹腾了些，可白日里大家都在干活，只有他一个人在睡觉，所以也不能怪七郎打扰他睡觉。玉玉也不错，之前爹爹训他的时候，小丫头还替他说话了呢。思及此，宋四郎耷拉着脑袋，鼻子酸酸涩涩。乔姐姐，我知道错了，知道了就要改正，明白吗？乔西松了一口气，还好，臭小子还有救，这遭罪也算没白受。我改，乔姐姐，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爹爹，我错了，我不也应该离家出走的。宋怀安眼底闪过一丝诧异，哟呵，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小子竟然还会主动认错了，该不会是又憋着什么坏吧？宋怀安不说话，乔西以为他还在生宋四郎的气，便暂且放下对他的不满，替小家伙说话。宋大哥，四郎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你能不能给他一次改邪归正的机会？心悦之人的面子，宋怀安自然要给。好。目的达成，乔西冲宋怀安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不再搭理他。宋怀安懵了，这啥情况？乔姑娘怎么变脸比翻书还快？四郎，吃完了吗？吃完了就回家吧。吃完了。宋四郎没吃饱，恋恋不舍地盯着空荡荡的瓷碗，舔了舔唇，慢点喝，不着急的。谢谢乔姐姐，往后你就是我亲姐，等我赚了钱都给你花。一句话把乔西和宋怀安都给整沉默了。乔西就这饼画的还真是又大又圆。宋怀安什么亲姐不亲姐的，问过他的意见吗？他可不想再捡一个闺女。回家的路上依旧没心没肺的给乔西画饼。乔姐姐，你且等着，等我将来成了大梁朝的首富，我就给你买好多好多的肉蛋堡吃。许是因为没有吃到，所以宋四郎眼里肉蛋堡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说话间，几人回到家里。娘亲，宋七郎刚喊了一声，立马注意到乔西身后还跟着一个黑脸少年。小家伙动感不妙，糟糕，有人要跟他抢娘亲。娘亲，这位哥哥是谁呀？瞧着面生，该不会是娘亲从路边捡回来给咱家做苦力的吧？宋七郎。宋四郎瞪了宋七郎一眼，他面生做苦力，臭小子可真敢想。他没牙他是豁牙。宋四郎气得脸都黑了，没牙是他的错吗？有什么可笑的？四郎，三哥，是我。诶，你真的是我四哥哥吗？四哥，你是来接我们去你家玩的吗？四郎，
你咋成这样了？面对几兄妹的关心，宋四郎更加委屈了。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向他们倒起了苦水。见状，宋怀安走到乔西旁边，低声说道：乔姑娘，我有话跟你说。我没话跟你说。乔西还在气头上，越看宋怀安越不顺眼。宋怀安自知理亏，好脾气的从兜里掏出一沓银票，递到乔西面前。那给你。哪来的？去后院说。好，乔西接过银票，屁颠屁颠的跟着宋怀安去了后院。嘿嘿，宋大哥，刚才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耍小脾气的。在金钱面前，乔西很没出息的选择了低头认错。见他一副狗腿样，宋怀安忍不住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发。是我不对在先，我不应该扔下你先走的。突然的亲昵让乔西俏脸一红，他往后退了几步，跟宋怀安拉开距离。宋怀安手僵在半空，意识到是自己唐突了，随即红了耳尖。乔姑娘，不好意思，是我冒犯了。没事，下次注意就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该不会是又从哪里顺的吧？四郎的。宋怀安把宋大虎跟他讲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听完后，乔西差点惊掉下巴。这孩子还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子。聊完宋四郎的事情，乔西又把话题扯到了少年将军的身上。宋大哥，你知道少年将军如今在何处？对了，你知道少年将军如今多大了？是不是还在保家卫国？齐老爷子说他22岁便战死在沙场。见他一脸担忧，宋怀安安慰道：别担心，他没死，还活着呢。他今年28，隐居在一处偏僻的小山村。宋怀安停顿了一下，犹豫着该怎么跟乔西说他就是少年将军这事儿，他才不会太过于惊讶。没死就好，没死就好。乔西只听了前半句，后半句被他完美忽略。宋大哥，眼下饥荒如此严重，我想去找少年将军一趟，给他和边关的将士们提供一些物资。你知道他在哪里吗？知道，你先准备物资，我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咱们去一趟边关。他也记挂边关的情况，想回去看一眼。好。乔西既激动又高兴。宋大哥，你人真好，等见到少年将军，我一定会在他面前替你美言几句的。万一他一高兴给你封官加爵，那你们老宋家也是好起来了。乔西巴拉巴拉吹了一堆彩虹屁，丝毫没有注意到宋怀安便秘一般的脸色。乔姑娘，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个少年将军？乔西愣了愣，随后丢给宋怀安一个鄙夷的眼神。宋大哥，我知道你姓宋，也知道你武功高强，可你这种冒领他人名头的行为真的很让人无语。据我所知，那位少年将军一生未娶未生，可你有妻儿一女，这怎么解释？总不能都跟四郎一样是捡来的吧？乔西很少当众指责别人的不是，除非是忍无可忍。不是，我没有。宋怀安急于解释，却被乔西抬手打断。他虽然没有谈过恋爱，但是狗血言情剧看多了，也能感觉到宋怀安对他有所好感。宋大哥，你的事情我不感兴趣，你也不用跟我讲，咱们只是合作关系。另外，我有喜欢的人了，以后可能没办法经常来这边，不过给老百姓、给少年将军的各种物资，我依旧会准备，这点你放心。就这样吧，我还有事，先走了。望着乔西逐渐远去的背影，宋怀安肩膀微微下垂，整个人都透露着一股悲伤的气息。他怎么也没想到，乔西竟然心有所属。不知道过了多久，宋怀安才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前院。原本闹腾腾的院子已经空无一人，猜到他们是去了别墅。宋怀安抬脚进了家门，看着土墙上闪着金光的时空之门，他眼底闪过几丝纠结。要去别墅跟乔姑娘解释清楚吗？可解不解释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他心里没他，说再多也是自作多情。别墅里，四郎过来坐，我给你点了皮蛋瘦肉粥，你一天没吃饭，猛地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容易胃疼，等过2天我再给你点炸鸡吃。宋四郎哦了一声，麻木不仁地走到座位前坐下，拿起勺子舀了一勺粥，瞬间瞪圆了眼睛，这叫什么皮蛋瘦肉粥的，可真好喝。他觉得自己真的是没苦硬吃，明明在家里可以洗热水澡、吃美食、喝快乐水、看电视，可他偏偏要去找他的亲生父母，差点被人当成两脚羊吃了不说，就连亲生父母留给他的唯一信物也给搞丢了，以后还怎么找自己的有钱爹娘？可是乔姐姐似乎比他们更有钱，既然如此，还找个狗屁亲生父母。乔姐姐，你要童养夫不？只要你开金口，我就不回大梁朝了。乔西
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宋四郎。如果他没猜错的话，宋四郎这是想吃软饭。宋家几兄妹一个个僵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宋四郎。他可真敢想，就很无语。爹爹，快来呀！有人要跟你抢媳妇儿了。还是四哥聪明，我怎么就没想到给乔姐姐当童养夫呢？记在小本本上，一会儿给爹爹告状。什么？四哥想当我爹？娘亲，什么是童养夫呀？玉玉奶萌奶萌的声音打破了客厅死一般的寂静。乔西回过神来，但凡你把你这脑子用在正事上，你家早就飞黄腾达了。哈哈，童养夫，亏他能想得出来。一计不成，再想一计。只见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乔西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乔姐姐，既然您不要童养夫，那您收我当干儿子吧。往后我就叫您干娘，不，干娘太见外了，我还是叫您娘亲吧。乔西就穿越大神，把这小子送走可不可以？他是真服了。宋四郎这小子聪明的简直过了头了，他是一点苦都不想吃，只想走捷径。见乔西不说话，宋四郎嘿嘿一笑：娘亲，既然您不说话，那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乔姐姐，要不您也认我当干儿子吧？我跟四哥一样，也是被亲生父母抛弃，被爹爹捡回家里的。被父母遗弃这事儿，就像是一根刺一样，留在他心里最深处。每看到别的小孩有爹有娘，他就会被这根刺狠狠扎一下。你也是捡来的？宋五郎用手背擦了擦眼泪，改口改得很自然。是的，娘亲。他张了张嘴，刚想要婉拒时，就看到宋五郎兔子一般的眼睛，不由得心里一软。算了，叫就叫吧，一个称呼而已。反正在大梁朝，他这个年纪也早就当妈了，平白无故多2个好大儿，也没什么可丢人的。四郎五郎，我可以认你们当我的干儿子，但是你们得答应我几个条件。哎，娘亲，什么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听话。娘亲，我最听话了。宋七郎，哼，又来一个跟他抢娘亲的小家伙，气鼓鼓的瞪了宋五郎一眼。娘亲，我最听话了。娘亲，我也最听话。玉玉也急忙表忠心。宋四郎眼底闪过一丝犹豫，讨价还价道：娘亲，我也可以听话，只是不要影响我睡觉就行。我不会影响你睡觉，你也别叫我娘亲。我认干儿子是为了将来养老，可不是为了给自己添堵。嘿嘿，娘亲，我以后种好多蘑菇给您养老。宋五郎嘴甜，3两句哄得乔西心里暖暖的。这孩子不错，必须给他加鸡腿。只是他怎么那么痴迷于种蘑菇，就不能种点其他的，比如什么人参、灵芝之类的药材，这些可比蘑菇赚钱多了。想到这里，乔西打算给宋五郎搞点人参种子、灵芝菌包等等，让他好好养着。娘亲，我也给您养老。宋七郎不甘示弱，至于做什么养娘亲，他还没想好。娘亲，我叫爹爹养你。玉玉晃悠着小短腿，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懒丫头，你就不能养我吗？我没钱呀。乔西哭笑不得，这丫头也不知道随了谁，小年纪就想着躺平摆烂，搞得他都想把她送到幼儿园，纠正一下错误的价值观。看到这里，宋四郎也意识到乔西跟宋怀安不一样，他不会纵容自己的小任性，更不会娇惯自己。娘亲，我听您话，以后也给您养老。你先想想如何养活自己吧。你大哥有力气，将来可以做苦力为生；你二哥会木活，以后自然不用愁；你三哥聪明爱读书，以后可以当个教书匠；你五弟会种蘑菇，你六弟勤快，你七弟嘴甜。总之，他们将来都有养活自己和妻儿的本领。你呢？以后准备怎么办？靠你养父吗？他现在还年轻，能干得动。等他七老八十了，你指望谁？指望你的哥哥和弟弟，还是指望你的亲生父母？宋四郎低着头，认真思索。对啊，他将来要靠谁？靠宋家兄弟，他们跟自己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怎么会养他？靠亲生父母。等宋怀安老了，他们估计也老了，还怎么养他？娘亲，我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我会做生意，我可以倒买赚个差价。先吃饭吧。是，娘亲。宋四郎大口喝着粥，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乔姐姐，我去给爹爹送饭。难得好大儿还惦记着自己，
宋怀安虽然没什么胃口，但还是硬逼着自己吃。爹爹，刚刚四哥要给乔姐姐当童养妇。听了宋六郎的讲述，宋怀安眉头紧拧，几秒之后，他的眉头又舒展开来。罢了，这是乔西和几个孩子自己的事情，他一个外人就不参与了。活了28年，第一次对女人动情，结果还没练就失恋了。这场无疾而终的感情对宋怀安的打击很大。接下来好几天，他都刻意避着乔西，不再去别墅蹭吃蹭喝、蹭热水澡。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训练护卫队上。大郎，你爹最近是咋了？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练啊？不知道啊。宋大郎也扛不住了，晚上一到别墅就跟乔西蛐蛐。乔姐姐，我爹简直是不想让我活了，今天让我背着100斤粮食爬了2趟山。我虽然力气大，但也不能真把我当老黄牛使啊。他这一开头，其他几兄弟也纷纷告起了状。他也不想让我活了，一会儿嫌我的木箱子做工粗糙，一会儿又嫌我速度慢，嫌我看书不认真。乔西越听越无语，宋怀安这狗东西还真是小心眼，自己心情不好就拿几个孩子撒气。你们先吃饭，我去找你们的渣爹聊一聊。大梁朝，宋怀安坐在院子里，一边喝着闷酒，一边欣赏着月亮。几个孩子现在越发不喜欢待在家里，一有空就往别墅跑。一到晚上，家里就剩他一个，闲来无事，他只能喝点酒解解愁。乔西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孤寂的背影坐在院子里，不知怎么的，他心里突然闪过一抹酸涩。宋大哥，听到声音，宋怀安回头轻笑一声：“你来啦。”离得近了，乔西才发现宋怀安胡子拉碴的，整个人像是衰老了10来岁似的，一点都不帅了。对上他空洞无神的眼神，乔西皱了皱眉：“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怕是只能娶王寡妇为妻子。没有几个女人喜欢一个邋里邋遢、浑身臭气熏天的糙汉子。”这句话杀伤力极大，瞬间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宁可孤寡一生，也不可能娶王寡妇。还不去洗澡？就你身上这味儿，王寡妇见了你都得躲得远远的。见他坐着不动，乔西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哼，男人喜欢你的时候，各种甜言蜜语，说什么都听你的，让他往东，他绝对不会往西。不喜欢你的时候，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装聋作哑，置之不理。算了，爱洗不洗。乔西烦了，把手里的图纸扔到宋怀安怀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恼意：“我找人设计的房子，你看看喜不喜欢？喜欢的话随时可以动工，不喜欢的话你自己看着弄。另外，给少年将军的物资我也全部都准备妥当，你要是有空，就辛苦你陪我去找他一趟；要是没有空，你把他的地址给我，我让大郎陪我去。你有什么怨气，直接冲我来，是我不喜欢你，跟几个孩子无关，你别老拿他们撒气。”我什么时候拿他们撒气了？宋怀安拧眉，一脸莫名其妙：“没有吗？大郎说你今天让他背着100斤粮食，爬了2趟山。他虽然力气大，但到底还是个孩子，你这样做都不怕把他练坏了？还有二郎。”听完乔西的抱怨，宋怀安揉了揉太阳穴：“啊，你想多了，我没那么无聊，拿几个孩子撒气。过几日我要去边关，归期不定，所以就想临阵磨枪，把护卫队训练出来。洛河村有粮食这事儿早就瞒不住了，我怕我前脚走，后脚就有强盗土匪们来村里闹事。大郎他们现在苦一些，遇上土匪们才能临危不乱。至于二郎……”宋怀安顿了一下，嗓音中带着一些哽咽：“我想带一批木箱去边关，装那些死去的战士们的遗物，所以让他快一点，做得精致一些。”知道自己误会了宋怀安，乔西俏丽的脸上闪过几丝尴尬和愧疚：“宋大哥，不好意思，是我误会你了。”“无妨。”“你要不要去别墅洗个澡，再顺便看一看我给少年将军他们准备的物资？”乔西于心不忍，他也没想到老男人还挺纯情。不过话说回来，他觉得宋怀安这人真的是没救了。少年将军年纪轻轻，都知道替父出征，保家卫国，可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成天就知道酱酱酿酿，生了一个又一个，都是8个孩子的爹了，竟然还不知足，还想给自己找媳妇儿，老不知羞。他心里正蛐蛐着，只见宋怀安放下酒瓶，站了起来：“去看看。”乔西收起乱七八糟的思绪，领着宋怀安回到别墅。六郎，把这些东西给你爹送过去。这个叫电动剃须刀，使用方法我下载到了手机里，你让你爹自己跟着视频学。好的。宋六郎接过袋子，乖巧的去宋怀安所在的浴室。爹爹，乔姐姐让我给你送东西。一向跟宋怀安关系不错的宋六郎，最近面对自家老爹时也有些发怵，交代完要交代的事情，赶紧开溜。很快，宋怀安洗完澡，围着浴巾，一边擦头发，一边
先从浴室出来，瞧见床上崭新的睡衣和剃须刀，他又想起刚才乔西说的那些话。罢了，为了能娶个漂亮媳妇儿，他还是注意个人形象吧。换上睡衣，他又按照视频里的教学视频刮了个胡子，整个人看起来都利落了许多。乔姑娘，我们去看物资吧。好嘞。哇，爹爹好帅，爹爹抱抱我。好久没有听到闺女跟自己撒娇，宋怀安心里一软，几步走到玉玉跟前，温柔地抱起她。爹爹香香的。玉玉搂着宋怀安的脖子，吧唧亲了他一口。宋怀安俊美的脸上扬起一抹欣慰的笑意，还是闺女好，就是贴心，所以还要什么媳妇儿？此生有闺女暖心足矣。东西在车库，咱们下去吧。好，玉玉跟哥哥玩一会儿，爹爹一会儿就回来。不要。玉玉像块牛皮糖似的挂在宋怀安身上，说什么也不下来。行，那就一起去。头一次见宋怀安对玉玉这么温柔，乔西瞳孔微缩，他该不会真的是那位姓宋的少年将军吧？盯着宋怀安远去的背影，乔西摸着下巴，若有所思。最终，乔西还是否定了这个猜测，原因无他，他前2天又去了趟古堡斋，向齐老爷子再三确认过，历史上的少年将军确实无儿无女，孑然一身。宋怀安很明显不符合这个条件，除非8个孩子都不是他亲生的，他觉得这点不太现实。毕竟一个未婚未育的小伙子独自抚养了8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乔姑娘，宋怀安抱着玉玉在电梯里等了许久，迟迟不见乔西过来，便喊了他一声来了。地下车库，这个叫压缩饼干，别看它只有这么小一块，但是饱腹感极强，吃上一块好几个小时都不会饿。一会儿给你搬一箱，你以后进山打猎的时候可以带几包。宋怀安拧眉，不太相信吃上这么一小块饼干可以扛饿几个小时。我可以吃一块吗？当然。乔西点头，见他抱着玉玉不方便，主动帮他拆开。这个是芝麻味的，还有肉蓉味和葱油味，你小口吃，这个有点干。玉玉盯着压缩饼干，哈喇子直流。爹爹，我要吃饼干。宋怀安把压缩饼干递到小丫头嘴边，只见她张大嘴巴，嗷呜的咬了一大口，随即皱眉，不好吃。说着，他把饼干推到宋怀安嘴边，宋怀安也不嫌弃，就着玉玉的口水咬了一小口，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是有些干，但是口感不错，比我们以前吃的军粮味道好很多。自热火锅和自热米饭准备好了吗？士兵们行军打仗，经常吃不到热乎饭，这些东西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都准备了，我还准备了一些午餐肉、牛肉干、猪肉脯。只是宋怀安神情严肃，这是什么？只是这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临期食品，我们需要快点送给少年将军。乔西实话实说，倒不是他抠门故意买临期食品给将士们吃，而是这家食品公司的老板是齐岩的一个朋友，看在齐岩的面子上，他给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市场价。不过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得临期和新日期的食品一起买。这个没关系。宋怀安听乔西说过，临期食品就是快过保质期的食品，后面如果还有临期的食品，全部买回来，将士们饿极了，什么死老鼠、树皮、草根都吃，吃这些临期食品总比吃死老鼠那些强。另外这些食物不太够，劳烦乔姑娘再多准备一些，除了吃的还有衣服鞋子，每样大概准备10万件。多少？乔西张大嘴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0万？先准备10万吧，后面可能还需要更多。对了，还有棉衣、棉裤、棉鞋，还有棉被也提前准备着。如今已经是7月末了，等10月份边关就开始冷了啊！还有你给玉玉买的那种擦脸油也要10万份，边关气候条件差，将士们的手上和脸上都生了不少冻疮。说这些话的时候，宋怀安好看的眼睛里泪光闪闪。宋大哥，你不会真的当过兵吧？宋怀安淡淡的应了一声。之前的长刀、匕首、斧刀也尽可能多准备一些。钱还够吗？不够的话，我再去想办法。够。乔西整个人都不好了，老天奶呀，该不会真的是他狗眼看人低吧？宋怀安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少年将军？对了，之前你给七郎的退烧药也要一些，还有纱布。这些我准备了，还有手电筒、望远镜、雨披。但是咱们要怎么跟少年将军说这些东西的来历？他会不会把咱们当作细作给抓起来？不会，有人问就说是从西洋运来的就行。宋怀安丢给乔西一个白眼，心说平时挺聪明一个姑娘，怎么这会儿这么笨？殊不知乔西脑子里2个小人正在打架，一个说宋怀安就是少年将军，一个疯狂否定。此时的他完全没有多余的脑容量思考别的问题。宋大哥，咱俩还是和好吧，把几个孩子夹在中间也挺难受的。乔西说了一大堆，宋怀安却轻飘飘的来了一句：我没有躲你。没吗？乔西撇了撇嘴。宋怀安嗯了一声，解释道：我们大梁朝民风保守，孤男寡女要避嫌，更何况你已
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我更要避嫌才对，省得毁了你的清誉。他没有否认自己对乔西的喜欢，在他看来，喜欢一个人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乔西一噎，缓了几秒，一脸认真道：“先不说这事儿了，我有正事找你商量。”什么？宋怀安面容冷峻，稍等一下，小跑到自己卧室，把化妆桌上的化妆品一股脑全塞到收纳盒里，又抱着收纳盒回到客厅。你刚刚说想给将士们买一些擦脸油，正好我有个想法，想跟你聊一下。乔西一边说，一边把收纳盒里的瓶瓶罐罐一一摆在茶几上。什么想法？宋怀安不明所以，手伸过来。宋怀安猜到他要做什么，言简意赅道：“请自重。”乔西就早在宋怀安回到客厅后，宋家几兄弟就跑的跑，溜的溜。此刻客厅里只剩下正在往嘴里塞粮食的玉玉和窝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打哈欠的宋四郎。扫视一圈，乔西冲宋四郎喊道：“四郎，过来！”宋四郎一个鲤鱼打挺，跳下沙发，屁颠屁颠的跑到乔西跟前：“娘亲，找我有事儿啊？”坐。宋四郎乖乖坐下，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盯着乔西的眼睛，满脸都是不解。这个叫爽肤水，可以给皮肤迅速补充水分。乔西一边演示，一边给宋家父子解释那些化妆品的作用。很快，演示完毕，乔西捏着宋四郎的下巴，向宋怀安展示成品。宋大哥，左脸是用过护肤品的，右脸没有。你看看，左脸是不是看起来比右脸皮肤看起来要好一些，更水润，肤色也更亮一些？宋怀安点头。你是想在大梁朝卖这些？聪明，不过只猜对了一半。拿着粉扑开始给宋四郎化妆，这叫粉底液，可以修饰遮瑕，美白肤色。乔西3两下给宋四郎的左半边脸化了一个淡妆，原本晒得黢黑的宋四郎突然白了不止1个度。宋怀安被这神奇的换头术震惊的瞪圆眼睛，这是易容术。他的好大儿明明是个棱角分明的小子，可在乔西的一番涂涂抹抹下，竟然变成一个娇娇软软的小姑娘。算是吧。乔西拿来化妆镜给宋四郎，四郎你也看看。宋四郎举着镜子，看看自己的左半边脸，又看看自己的右半边脸，惊讶的不得了。娘亲，这还是我吗？是，宋大哥，我想在我们这边开家化妆品公司，专门生产你刚刚看到的这些东西，包括你刚刚说的要给边关将士们买的擦脸油，也可以生产。宋怀安眯了眯眼睛，不太明白乔西为什么要跟自己说这些。倒是宋四郎兴致勃勃道：“娘亲，那我可以在大梁朝卖这些化妆品吗？”小少年丝毫不嫌弃乔西把自己画成一个小姑娘，反而嘟着嘴巴欣赏着自己的红唇以及布灵布灵的眼睛，好看，怎么看都好看。这要是卖给那些富家小姐和夫人，可不得赚死啊！宋怀安捂了捂眼睛，辣眼睛，这儿子怕是不能要了。当然可以了，别的不说，化妆品可是个暴利行业，只要你愿意卖，将来你媳妇儿和孩子绝对不愁吃不愁穿。我不要媳妇儿和孩子，当爹太累了，我可不想当爹。宋怀安就哟，他还知道当爹累呀。既然如此，也不见他平时多体恤体恤他这个当爹的。乔西就老天奶啊，这世上竟然还有人因为懒而不好女色的。宋大哥，建工厂、买原料、买设备这些可能要花很大一笔钱，所以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入股？入股？对，做生意的本金都是你搞来的，所以这种钱生钱的事情，我想带你一起做。另外，我想拉齐言入股，至于股份，我想的是你和我各占4成股份，剩下的2成给齐言。担心宋怀安听不懂，乔西特意举了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意思就是说以后每赚10块钱，你和我各拿4块，齐言拿2块。这段时间乔西没少麻烦齐言，让他帮忙采购物资。不得不说，齐言这人看起来吊儿郎当，但是人脉真的很广，上至地方官员，下至菜农，就没有他不认识的，所以他采购的物资都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替乔西省了不少钱。乔西之所以想拉齐言入股，就是看中他强大的人脉，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私心，有齐老爷子坐镇，他的小秘密也有人能帮着遮掩。宋怀安有些意外，想都没想到。股份你自己留着，我不要，以后还要麻烦你帮我多采购一些物资，这些股份就当做是给你的酬劳。乔西全当没听见，那就这么说定了，化妆品公司的事情你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我现在去找齐言，顺利的话明天就可以注册公司了。吴宝斋、爷孙3人都在，乔西也没有卖关子，直接说明来意。齐言怎么样，要不要入股？西姐，不，西总，我没听错吧？你说你想找我一起开化妆品公司？没听错，就是拉你一起入。乔西话还没说完，齐言已经激动地摇着齐老爷子的肩膀，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
爷爷，你听到了吧？我可不是棒槌，我爸才是，我就要当老总了。哎呀，臭小子，快给我松开！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被你给咬散架了。爷爷，抱歉，我就是太激动了。爸，您听到没？我要当老总了，我要开公司了。齐明礼差点被他咬吐。你给老子松开！臭小子，竟然敢说他是棒槌！他要真是棒槌，怎么能生出来一个即将要开公司当老总的儿子？爸，我大小也是个老总，您以后说话可得放尊重一点。就是你这个棒槌，连你儿子都不如。哼！我的爸呀，我大小也是个老总的爸，你能不能以后不要老棒槌的叫，让别人听了笑话？齐言呐，你出去买点贡品，我要给咱家老祖宗上炷香，让他们也跟着乐呵乐呵。哎，齐言应了一声，立马出门去超市。乔西人都傻了，开个公司而已，至于搞这么大的场面吗？西西呀，爷爷果然没有看错人，你忘我们家。齐老爷子巴拉巴拉说了一堆，说话间，齐爷买了一堆水果糕点回来。爷爷，走，给祖宗们报喜去。走。齐老爷子也顾不上跟乔西说话了，拉着好大孙的手朝家走去。乔西扫了一眼，默默记住齐言都买了哪些贡品。回家的路上，他也照样买了一份。齐家帮了他太多，他也无以报答，只能满足他们的心愿，让他们的老祖宗吃上他们上供的东西。回到别墅，乔西说了明日要去拜访齐家老祖宗的事情，宋家几兄妹都吵着要去。行，都去。古堡阁一下子涌进一群人，齐德龙吓了一跳，还以为有人上门找茬。看到人群中的宋四郎和宋五郎，他才放下心来，笑着打趣道：哟，稀客呀，四郎小兄弟，你这是找着自己的有钱爹娘了？宋四郎烦人，哪壶不开提哪壶。突然想起什么，小家伙眼珠子一转，笑得贼眉鼠眼。掌柜的，我手里有神仙膏，你要不要啊？齐德龙早就不是当初的齐德龙，他现在是钮祜禄齐德龙，才不会相信宋四郎嘴里的什么狗屁神仙膏不神仙膏的。眼神一瞟，猛地注意到被宋大郎挡得严严实实的女人，他挑眉问道：这位姑娘是？齐掌柜您好，我叫乔西，受人所托，特意来看看你，这些是给您带来的礼物。看清乔西的容貌，齐德龙眼底闪过一抹亮光，好俊俏的姑娘。随后满脸疑惑道：受谁所托？当然是受您的子孙后代所托了。不过乔西可不敢告诉齐德龙，万一把他老人家吓出个好歹来，他可就成了老齐家的罪人了。一个朋友。朋友？哪个朋友啊？我答应了他要保密的。乔西同样打量着齐德龙，还别说，基因这玩意儿可真神奇，尽管跨越千年，他还是能从齐德龙身上隐隐约约看到齐老爷子的影子。听乔西这样说，齐德龙索性不再多问，而是把话题扯到了乔西身上。姑娘，你今年多大了？说下人家没？实不相瞒呢，我有个不争气的儿子，今年20好几了，一直说不下媳妇儿。你放心，我儿子没病，人长得也俊呢。不信你问四郎和五郎。哎，对了，我家有粮啊，好多粮呢。乔西就这是有粮没粮的事儿吗？娘亲，抱抱我。你都有娃了？掌柜的，这是我后娘。你后娘？齐德龙整个人都不好了。呐，所以啊，别打我后娘的主意，神仙膏的主意你可以打。乔西表面上不动声色，臭小子，不是说好了是干娘吗？怎么又成了后娘？啥主意我都不打。齐掌柜，这是蜂蜜面包，这是绿豆糕，这是车厘子，这是菠萝，这是西瓜。乔西一边往外拿，一边介绍糕点和水果的名字，听得齐德龙一愣一愣的。这一大堆东西里，他唯一认识的就绿豆糕，这可是神仙吃的东西。齐掌柜，您别激动，臭小子骗您的，这些是从西洋运来的，是洋人吃的玩意儿，这些东西不耐放，您抓紧吃，可别放坏了。玉玉嘴馋，偷偷拿了一个车厘子，准备塞到自己嘴里时，见乔西一个眼刀丢来，立马踮起脚丫，伸手去喂齐德龙。爷爷吃。小丫头的声音又软又萌，听得齐德龙心都快化了，赶紧蹲下身，吃下那颗叫车厘子的果子。好甜呐！这个也甜甜的。玉玉摸着大西瓜，哈喇子直流，想吃的心思简直不要太明显。齐掌柜，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这些东西您收好了，
免得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说完之后，乔西抱起大馋丫头，赶紧走人。这可是齐老爷子和齐言孝敬他们老祖宗的，吃不得。宋夫人，请留步。齐掌柜，您还有事儿？齐德龙应了一声，把手里的木匣子转交给乔西。劳烦宋夫人将这个匣子回赠给您那位友人。他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人家这份心意他得承。乔西犹豫了一下，接过木匣道：成，我一定帮您送到。多谢。匣子里的东西可是他准备当成传家宝，传给后世的琉璃瓶和神仙瓶罢了。送就送了，大不了他再从宋家买个琉璃瓶和神仙瓶当成传家宝，传给后人吧。见状，乔西对木匣里的东西好奇的不得了，一上马车，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木匣，看到里面躺着的可乐瓶和牛奶瓶，忍不住抽了抽嘴角。瞧齐德龙那副不舍的样子，他还以为这里面装了什么贵重的传家宝，合着就是个这。乔西有些期待齐老爷子看到自家老祖宗给他的回礼时会是怎样一副反应。四郎，啥是神仙膏？就是你给玉玉擦脸的宝宝霜。乔西麻了，他还以为神仙膏是什么吃的，谁知道竟然是宝宝霜。你就不能起个有文化有内涵的名字吗？什么神仙瓶神仙膏的，俗不俗？懒，没文化就没文化，别拿懒当借口。三郎，你来起一个，让某些人听听。宋三郎垂眸思索片刻后，他抬眸说道：乔姐姐，就叫玉肤膏如何？不错，很直观，一听就是跟皮肤有关的。看见没，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你们几个以后可要好好读书，省得将来被人笑话。娘亲，这压根儿就不是读书与不读书的事情。您就说神仙膏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神仙用的东西谁不想用用啊？玉肤膏一听就是女子用的东西，这不就把一些男客给劝退了吗？可宝宝霜明明是男女老少皆可用的呀。乔西深深地看了宋四郎一眼，还别说，这小子还真是个营销鬼才，把用户心理拿捏得死死的。宋三郎同样深深地看了宋四郎一眼，第一次觉得他不是全家第一聪明，宋四郎才是。但凡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绝对比他有出息。古宝斋，齐爷爷，这个送给您，您收好了，这个可不能卖。好端端的，你这给我送木匣子干啥？乔西嘿嘿一笑，胡编乱造道：谢礼，感谢您之前帮我搞定警察。齐老爷子哦了一声，打开木匣一看，丫头，你这是在逗爷爷玩？谁家送礼送2个破瓶子呀？当然是你们老齐家。乔西在心里偷偷蛐蛐，面上却笑眯眯地说：这可不是破瓶子，反正您听我的，好好收着吧，毕竟是你们老祖宗送给你们的礼物，扔了的话，这不就啪啪啪打他老人家的脸吗？西总，我挑选了几个办公场地，你看看哪个合适。对了，还有公司名字也得想想，最近丽君化妆品公司的日子可不好过，咱们抓紧时间把公司注册下来，好抢占他们的市场。乔西最近一直忙着筹集物资，也没怎么关注赵子君家的事情。丽君怎么了？得罪人了呗。林家可就林虎彪一个儿子，现在成了植物人，林家能不找赵子君算账？乔西了然。行了，不说这些了，还是先挑办公场地吧。齐言把手里的平板塞给乔西，这几栋办公楼我都去看过了，环境挺好，很宽敞，你挑一个最喜欢的。乔西修长的指尖划过屏幕，几分钟后，他挑了一个离别墅比较近的办公楼，就这个吧。好，公司名呢？需要去找大师算算不？老爷子有个朋友正好懂这一块。那就算算。以前他也不相信这些玄学，觉得是迷信，现在是不得不信。商量完公司的事情，乔西起身告辞。大梁朝经过一段时间的高强度训练，洛河村的护卫队已经有了几分当兵的意思，足以应付一般的土匪强盗。宋怀安心系边关，把赵大虎叫到一旁，吩咐道：大虎，过2天我要出趟远门，护卫队的事情就全交给你和大郎了。哎呀，三哥呀，您是不是打算跟小嫂子回她娘家去啊？赵大虎嬉皮笑脸道。宋怀安朝他丢了一个眼刀，赵大虎立马站得端端正正。三哥，您放心，我一定带着护卫队好好守护咱们洛河村。宋三叔，村口来了一个满脸都是大胡子的人，说是找您的，好像叫什么萧成。萧成？宋怀安眼睛一亮，下一秒他脚尖轻轻点地，朝村口飘去。萧成，还真是你小子！我1.8米几的壮汉看到宋怀安那一刻，瞬间哭成了个泪人。宋怀安拍了拍萧成的肩膀，安慰道：行了，别哭了，有啥话家里说。萧成拉了一板车粮食，边走边问：这几年您还好吧？孩子们都还好吧？都好，
兄弟们呢？也好吧，我正准备过几天去找你们。对了，你咋来洛河村了？是出了什么事吗？见到旧部，宋怀安话多了不少，字字句句都是对宋家军、对那些生死兄弟们的关心。这不是闹饥荒吗？弟兄们担心您和几个孩子没吃的，就弄了一些粮食，让我给你们送过来。萧成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并不打算告诉宋怀安，这些粮食是他们偷摸省下的口粮。有心了。宋怀安眼尾红得厉害，不用萧成说，他也能猜到这些粮食是怎么来的。一路无话，进了宋家大门，见院子里没人，萧成这才放声大哭起来。王爷，您受罪了，瞧您受的，我对不起老将军，是我没有照顾好您。萧成自幼便跟在宋怀安身边，两人虽不是同父同母的亲生兄弟，但在战场上同生同死多年，彼此间的感情早就超越亲生兄弟。小点声，我早就不是什么王爷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弄点饭吃。哎呀，哪能让您做饭呢？我来做就行。不用，你坐会儿，我这饭没啥技术含量。说着，宋怀安回屋里取了2盒自热米饭，1盒自热火锅出来。见自家主子抱着几个奇奇怪怪的盒子，萧成眨了眨眼睛，好奇道：“这是啥呀？好东西。”宋怀安挑眉，一边拆外包装，一边说：“边关情况怎么样？缺粮不？”咋能不缺呢？话刚一说出口，萧成就后悔了，急忙改口道：“不缺，啥都不缺。”对上宋怀安凌厉的眼神，岔开话题道：“孩子们呢？都去哪里了？”玩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这是神仙瓶。瞧见宋怀安手里的透明瓶子，萧成惊讶极了。你见过？见过。来的路上听几个商人提起过。见宋怀安把凉水倒进碗里，萧成急得直皱眉头，他就知道自家主子不是什么会做饭的人，结果还真是。正想着，便看到那个奇怪的盒子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王爷，这是啥情况啊？这个叫做自热火锅。宋怀安给萧成简单普及了一下自热食品的知识，话锋一转道：“我弄了一批自热食品，原本打算给兄弟们送去，既然你们不缺粮，那我就不给你们送了。”缺？咋能不缺呢？王爷，那群狗日的坏东西就没把咱们宋家军当人看，咱们宋家军不但全部被打散，分到其他军队，他们还克扣我们的军饷、衣服、粮食，这些就更别说了。最要命的是，每次打仗咱们的人永远都被分配在最前面。屋内，乔西端着一块蛋糕，整个人呆愣在原地。王爷，宋家军，老天奶呀，他都听到些什么？院子里察觉到屋内有人，萧成立马闭嘴，满脸戒备地看向宋怀安。自己人，你先坐，我进去看看。见宋怀安进来，乔西回过神来，尴尬地笑了笑。宋大哥，我不是故意偷听的，我是过来给你送蛋糕的。来客人了，让孩子们都过来吧。可以吗？言外之意，那人信得过吗？自己人。见宋怀安语气笃定，乔西也不再多言，把手里的蛋糕递给宋怀安后，转身去别墅喊宋家兄妹回家。屋外，萧成听到女人的声音，眉眼间都是笑意。嘿嘿，他家王爷可算是长大了，都知道金屋藏娇了。先垫吧垫吧，自热火锅和米饭还得一会儿才能好。好，三哥，这叫蛋糕的，这也太好吃了。宋怀安不喜欢吃蛋糕，觉得又甜又腻，见萧成吃的满嘴都是奶油，他嘴角微微扬起。喜欢的话，一会儿再给你买个。不用了，这么金贵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吃，我一个大人偶尔尝尝鲜就行了。话落，一道惊喜的声音从屋里传来：“萧叔！”萧成循声望去，只见宋家兄妹一个个从屋里出来，打头的正是两眼放光的宋大郎。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萧成，浑身突然抖个不停，吧唧一声，手里的蛋糕也掉在了地上。大白天的，真是见鬼了！他进门的时候明明感应到屋里没人，所以才敢毫无避讳的跟自家王爷说话，可说着说着，屋里突然多了一个女人，这会儿竟然凭空多了8个孩子。老天爷呀，他家王爷该不会是住进妖怪洞府了吧？萧叔，
我可想死你了！大郎！萧成结结巴巴的，明显是被吓得不轻。见好兄弟被吓得脸色发白，宋怀安便猜到他是想歪了，低声说道：别怕，此事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就是老天爷给六郎、七郎还有玉玉的一场奇遇。什么奇遇不奇遇的？萧成是一个字儿都不相信。他觉得自家王爷肯定是被妖怪附身了，难怪招待自己都用的是什么自热米饭、自热火锅，全是他没见过的东西。萧大哥跟萧成打了声招呼，他把袋子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摆到木桌上。你先吃着，不够了我再给你点外卖。扫了眼木桌上，又是一些奇奇怪怪他没有见过的东西。萧成想死的心都有了，他这是徒步万里，专门来给妖怪送人头的吗？还别说，这女妖怪长得可真漂亮，难怪自家王爷会被附了身。这要是换作是他也心甘情愿被他附身。那吃吧。不，我不饿。萧成哪里还敢再吃，满心满眼都想着该如何保命。萧叔叔，玉玉不认识萧成，但不妨碍他是个自来熟。我饿了，你的火锅可以给我吃吗？玉玉，小西瞪了玉玉一眼，小丫头撅着小嘴巴。好吧，我不饿，叔叔吃。萧成有被他可爱到，暂时忘记自己还在妖怪的地盘，笑着道：哎呀，给你吃，叔叔也不饿。爹爹，可以吃了吗？快了，大郎，再去取个自热火锅过来。别取了，我去点外卖。他一走，萧成微微松了一口气，看向宋怀安，试探道：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放心吧，我好着呢。乔姑娘是21世纪的人，准确来说就是距离咱们1000年之后的人。1000年之后的人？对。宋怀安把和乔西的缘分简单的讲述了一遍。啊，您是说屋里有一道能连接21世纪的门？乔西提着火锅食材过来了，萧成像个好奇宝宝似的盯着那冉冉升起的火苗，眼睛瞪得老大。萧大哥，这叫卡式炉，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准备一批这样的物资。萧成来了兴趣。需要，太需要了。仅仅激动了3秒，他的脸就垮了下来。还是不要了吧。我们这些人有今天没明天的，要这些也是浪费银子。乔西从小就很崇拜军人，因为有他们的负重前行，他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是因为有他们的流血牺牲，他才能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会儿听萧成这么说，他的心里像是被石头狠狠撞了一下，说不上来的难受。不明真相的宋四郎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没心没肺道：萧叔，你们家没粮了吗？县城有免费的肉菜粥可以领哦。萧成翘起一边嘴角，自嘲地笑了笑，没有接话。边关不缺粮食，缺粮食的是他们宋家军。几个孩子还小，宋怀安不想让他们过早知道这些残酷的事情，便终止了这个沉重的话题。先吃饭吧。乔西低着头，一边默默给众人调料碗，一边想着该如何帮助宋怀安，帮助宋家军。在美食的诱惑下，萧成早已放下心中的戒备，大口地吃着火锅，喝着小酒。见几个孩子在喝饮料，他轻笑一声，夸赞道：哎呀，还别说呀，四郎这小子就是聪明，一个破饮料瓶竟然被他吹得神乎其神。我来的路上啊，路过乐华府，看到几个商人为了这么一个破瓶子差点打起来，我还真以为这是什么西洋的玩意儿，谁知道这些都是从你们家流传出去的。听到有人夸自己，宋四郎得意地挑了挑眉：萧叔，我这里还有神仙膏、神仙笔、神仙桶、神仙镜。哎呀，好。喝了半瓶白酒，萧成眉眼间染上几分醉意，说起话来更加无所顾忌。还是你爹有眼光啊，当年要不是他执意的把你捡回去，恐怕你早就冻死野外了。如今看来，你爹也是好人有好报，捡了一个聚宝盆回家。宋四郎小脸一白：萧叔，我真的是我爹捡回去的吗？要不然呢？捡到你的时候，你爹才20岁，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总不能是他生的你吧？见他扯远了，宋怀安耳尖一红，朝萧成扔了个眼刀：多嘴。乔西智商上线，抓住了萧成话里的关键点。照他这么说，大郎、二郎、三郎也不是宋怀安生的。同样抓住关键点的还有宋四郎。他眼睛一亮，问道：
萧叔，听您这话的意思，我大哥、二哥、三哥也是捡来的。萧成听见了，当作没听见，低头默默干饭。不是他不想讲，是自家王爷不乐意他讲，那他就不说了。乔西和宋四郎急得抓耳挠腮，可没有人为他俩答疑解惑。吃完饭，宋大郎把喝醉了的萧成抱到自己屋里睡觉，宋二郎、宋三郎忙着收拾碗筷。宋大哥，有空没？咱俩聊聊。乔西急于搞清楚这件事情，正好宋怀安也想跟他商量去边关的事情，便点头道好。两人来到别墅书房。宋大哥，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害我像个傻子似的在正主面前上蹿下跳的？此时此刻，乔西已经彻底相信宋怀安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少年将军。我没说吗？是你不相信我而已。这确实是乔西的错，我哪里不相信你了？你要是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会不相信你吗？明明是你一开始就防着我，我家里什么情况我都给你说了，包括那些古董卖了多少钱，我都毫无隐瞒的跟你说了。可你呢，不但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就连几个孩子的真实身份也不告诉我。说着说着，乔西突然觉得有几分委屈，他把宋怀安当成好朋友，当成亲人，可他防他就跟防贼似的。第一次见识到女人的胡搅蛮缠，宋怀安有些头疼。见乔西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他的心脏又不受控制地疼了起来。别哭了，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欺骗你。他把所有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好吧，我原谅你了。谢谢。宋怀安面无表情，乔西收起眼泪，嬉皮笑脸道不客气。对了，宋大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不在边关，跑到洛河村来了？因为功高盖主。宋怀安把所有事情完完整整地跟乔西讲了一遍。什么？六郎、七郎和月月是前太子的孩子？比起几个大的绅士，3个小的绅士更让乔西震惊。难怪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六郎气度不凡，不曾想过他竟然是皇亲国戚。是，他也是前太子的嫡长子。前太子登基之后，他就是新的太子。可惜，命运弄人呐。乔西张了张嘴，刚想说点什么，门外突然传来一道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快步走到门口，打开门一看，只见宋四郎站在门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爹爹，您是骗人的对不对？六郎那个告状精怎么可能是什么皇亲国戚？还有七郎那个茶艺大师，他哪里有半点皇子皇孙的样子呀？此时此刻，他感觉天都塌了。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儿子，可谁知道几个弟兄的父母都很了不起，跟他们一比，他的有钱父母显得那么普通。宋四郎，你还真是找抽！我怎么教你的？在背后说兄弟们的坏话，是一个男子汉应该做的事情吗？娘亲，我错了。知道错了，你还哭得那么大声。宋四郎抿着嘴，默默流泪，那副惨兮兮的样子，看起来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六郎和七郎是有缺点，可他们身上确实流着皇家血脉。他的话彻底打破了宋四郎的所有幻想。宋四郎的哭声震耳欲聋，乔西一把捂住宋四郎的嘴巴，劝说道：四郎啊，虽然你不是什么皇家血脉，但是你可以割平地贵，等以后六郎当了皇帝，你就是皇帝他哥哥。割平地贵这4个字让宋四郎眼睛一亮，他脑补了一下将来自己1人之下不对，8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光画面，突然就没有那么难过了。这8人分别是宋怀安、乔西、宋六郎、宋七郎、玉玉、宋大郎、宋二郎和宋三郎。至于宋五郎，这个全家唯二没有背景，跟他一样是捡来的弟弟，自然是在他之下。四郎啊，你可得努力，多多赚钱啊！你弟弟能不能当上皇帝，能不能坐稳皇位，可全指着你了。娘亲，为什么全指着我了？因为六郎当皇帝的第一步就是把狗皇帝从皇位上拉下来。怎么拉呢？凭借咱们这仨拐俩枣肯定不行，那得养支几10万的军队，然后打得他不得不放弃皇位。养支几10万的军队，那可不是几百两几千两就能解决得了问题的，最少也得1起步。你想想啊，你们几兄妹包括你爹在内，谁最会赚钱？宋四郎没有吭声，但是一副臭屁的模样，仿佛是在说当然是我呀。见他不说话，乔西继续道：可不得是你吗？所以养活几10万大军的重任只能由你肩负了。等将来六郎当了皇帝，你就是最大的功臣。等他登基那天，不但要给你胸前戴朵大红花，还要给你封个王爷当当。到那时候，你可就不单单是皇帝的哥哥，
还是整个大梁朝最尊贵、最有钱的王爷。就算六郎见了你，也得恭恭敬敬的。万一你哪天生气了，不给他钱花了，他可不就成了历史上最穷的皇帝吗？乔西憋着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却听了宋四郎心里美滋滋的，越想越觉得他才是这个家最重要的一个。宋怀安撇了撇嘴，头一次觉得乔西也挺会忽悠，大忽悠对上小忽悠等于王炸。得养军队的银子，这不就有了吗？次日，宋兄、宋夫人、齐掌柜、齐少掌柜，你们怎么来了？我们闲着没事儿，过来看看你们。事实上，他们是特地来拜访那神出鬼没的神仙的。昨晚齐东强从县城回来，就看到那一堆红红绿绿的水果和以前从未见过的糕点。虽然乔西说这些东西是从西洋运来的，可父子俩又不是傻子，哪能不知道他是在搪塞？要不然宋四郎昨天也不会说这些都是神仙吃的。还有神仙瓶、神仙糕的存在，也都完美的佐证了宋家跟神仙有交情。想到这里，爷俩昨晚愣是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天不亮就带着粮食还有一些金银珠宝来供奉那位神仙。宋怀安和乔西对视一眼，都看出来齐德龙是在撒谎，两人也没戳穿。齐掌柜、齐少掌柜，你们还没吃早饭吧？一起坐下吃点吧。哎，不吃了，我们吃过了。说罢，他鬼鬼祟祟的把宋怀安拉到一旁。宋兄，门口那些东西是我给神仙准备的，你一会儿可得在他老人家面前替老哥哥多美言几句。齐掌柜，您误会了，我哪里认识什么神仙？哎呀，我懂，这事儿不能说，老哥哥嘴严着呢。那就这，我们先走了，咱们回见。说着，齐德龙拉着齐东强逃也似的离开了宋家。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乔西好奇道：什么情况？说给神仙送东西，还让我在神仙面前多替他美言几句。还别说，齐家这俩老祖宗还挺可爱的。是，快吃饭吧，吃完饭还得赶路，路途遥远，估摸着得走2个多月。用不了那么久，最多7天，我保证。7天？哎呦，乔姑娘啊，您这牛皮可吹大了。从边关到洛河村，我愣是走了快3个月，鞋子都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你又没长翅膀，怎么可能7天就到边关呢？见萧成一脸不信的模样，乔西眯了眯眼睛，玩心大起。不信？我当然不信了。哎呦，就算一路快马加鞭，不吃不喝不休息，从洛河村到边关也得1个多月，7天绝对不可能。知道乔西从来不说大话，宋家兄妹都不吭声，默默等着萧成被打脸。猜到乔西准备开车去边关，宋怀安眼底闪过几丝兴奋。既然不信，那咱们就打个赌。我就赌。萧成信心十足。赌什么呀？乔西想了一下，谁输了就答应对方一个条件，如何？行，小姑娘，提前说好了，你若是输了，你可不能哭。不哭。宋大哥，你呢？要不要跟我打赌？不赌。没劲。乔西叹了一口气，他还是喜欢以前那个平易近人又羞涩的宋怀安。最近这个太高冷了。吃过早饭，一行人坐着马车出发前往边关。宋怀安和萧成坐在马车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乔西则带着宋七郎和玉玉坐在马车里。原本他并不打算带梁小芝去边关，可架不住他们一会儿撒娇一会儿卖萌，再加上一起同行的是2个男人，乔西为了避免尴尬，就答应带着梁小芝了，全当是他给自己找的小搭子。马车一路摇摇晃晃，直到天快黑时才走到平利县的临县。晚上8点，天完全黑了下来。宋大哥，停车。好。萧成还以为乔西又要接手，皱了皱眉，在心底默默吐槽道：女人就是麻烦。他着急回边关给战友们送粮食，他倒好，一路上各种事情。追风明明可以走得更快点，可他非说什么走慢点，不着急。自家王爷也是的，什么都听他的。正吐槽着，只见乔西一挥手，追风连同马车一起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黑黑的类似于铁盒子的东西。萧成揉了揉眼睛，三哥，是我出现幻觉了吗？哇，是车车！玉玉头一次见到真的汽车，兴奋地拍着小手。宋七郎也迫不及待地说：娘亲，我要坐副驾。小孩子不能坐副驾，不安全。乔西打开后座门，把宋七郎和玉玉抱进车内。梁小芝乐呵呵地坐在儿童座椅上，东摸摸西摸摸，稀罕得不得了。乖乖坐着，不可以乱动哦。梁小芝点点头，眼睛亮闪闪的。上车。萧成一脸懵逼地上了车。乔姑娘，这是我们那边的交通工具。宋大哥，你坐副驾。
说着，他走到驾驶位，打开车门，弯腰坐了进去。宋怀安学着乔西的样子，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来。安全带，乔西侧身准备帮他系好安全带。宋怀安耳尖一红，我自己来。都坐稳了哦，我们要出发了。下一秒，他启动车子朝前驶去，看着车窗外快速闪过的树木，萧成嘴巴张得老大。乖乖，他是在做梦吗？这个叫什么汽车的速度可不是一般的快。同样惊讶的还有宋怀安，他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的路，心脏扑通扑通直跳。乔姑娘，你们那里有没有可以一次拉很多人的车？有啊，公交车就挺能拉的，三蹦子也可以，火车也行。能给我弄几辆吗？火车不行，公交和三蹦子可以，不过我觉得货车可能更适合你。货车后车厢大，既可以拉人，也可以装货。乔西跟宋怀安简单介绍了一下货车，宋怀安彻底心动了。好，就要货车，这玩意儿好开吗？挺好开的，你想学？宋怀安没有隐瞒。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大郎二郎也学学。好，我教你。乔西说教就教，我手里握着的这个叫做方向盘。宋怀安很聪明，乔西只教了一遍，他就把车内的所有东西全部牢牢记在心里。见前方的路比较平坦，乔西停稳车，对宋怀安说：“要不要试试？”好。坐上驾驶位，他回忆着刚刚乔西启动车子的步骤，按一下启动按钮，检查档位，车子顺利地开出几米远。乔西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慢慢开，不着急。”第一次开车，不用乔西说，宋怀安也开得很慢。乔西用意念从别墅冰箱取了一瓶冰镇红牛，打开后递给宋怀安：“喝口红牛，提提神。”宋怀安接过红牛，喝了一口，冰冰凉凉，确实挺提神。谢谢娘亲，我也要喝。乔西取了2罐旺仔牛奶，给了2小只。肖大哥，你想喝点什么？我想学开车。萧成答非所问，眼睛紧紧盯着正在开车的宋怀安。可以，等宋大哥学会后，让他教你。好嘞。萧成笑得牙花子都露出来了，就汽车这速度，恐怕用不了7天，他们就能顺利抵达边关。想到那些惨死的兄弟们，萧成又红了眼眶。三哥，咱们能不能先去一趟石林山呢？石林山？萧成声音哽咽。对，石林山，咱们好多兄弟都在那里。好。宋怀安声音冷冽，浑身都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悲伤。不用问，乔西也能猜到，所谓的石林山应该就是英雄冢，是埋葬烈士们的地方。为了能早点抵达石林山，他们一行人日夜兼程，终于在第4天晚上，一行人抵达石林山的地盘。乔姑娘，前面还有3公里就是石林山，把汽车收起来，换马车。担心大晚上汽车的存在会吓坏旧部们，宋怀安便如此建议。好，将汽车收回别墅，一行人快速上了马车。走到石林山下，2个青年突然从路边的草丛里冒了出来，一左一右的拦住马车。站住！什么人？咦，师傅，是自己人。包子，铁牛，是我，萧成啊。萧副将，你咋来了？包子眼里闪过一抹亮光，审视的看着乔装后的宋怀安和乔西。哎呦，他们是谁啊？自己人。铁牛兄弟，你没事吧？铁牛摇头，眼神戒备。没事，大晚上的你们怎么来了？哎呀，我也不想大晚上来，可是呢，我们赶了好几天的路，正好这个点到石林山，就直接过来了。解释清楚来意，萧成询问道：“叶大哥呢？带我们去找他。”包子，你去通知大当家的。铁牛吩咐了一声，随后板着脸看向萧成：“你们就在这儿等着。”他不是不相信萧成，而是跟他同来的几人十分可疑。刚刚他明明听到一阵异响，还有若有若无的强光。正当他准备上前查探情况时，异响和强光全部消失，接着这辆马车就凭空出现。你小子呀，不愧是做侦查的。包子兄弟，你告诉叶大哥，就说呢，我把宋3兄弟带回来了。是。包子没那么多心眼，转头就往山上跑。乔姑娘，你给我一点吃的喝的，铁牛兄弟守了一晚上，应该也饿了。乔西掀开帘子，递给萧成一瓶矿泉水、2包干脆面、2根火腿肠，先垫吧垫吧，等会儿到地方了，我再给大家分吃的。好嘞。接过东西，萧成笑着朝铁牛走去。铁牛兄弟，我不饿，你就站那儿，别乱动。话落，肚子竟然不争气的叫唤了起来。铁牛老脸一红，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爱吃不吃，不吃拉倒。既然铁牛不吃，那他自己吃，亏了谁也不能亏待自己。铁牛，你可别后悔啊！萧成一边说，一边咬了一口火腿肠。不是老子吹，一般人可吃不上这些。要不是看在你是咱们宋家军的面子上，老子还不稀罕给你呢。
铁牛懒得搭理他，握着长刀防他就跟防贼似的。乔西这才注意到铁牛另一只袖子里空空如也。很快包子跑了回来，身后还跟着一大堆举着火把的人，他们要么是独臂，要么是断了一只脚，还有瞎了眼睛的，没了耳朵的，总之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这一刻乔西突然明白，石林山不仅是英雄种，还是英雄们的家。尽管宋怀安被乔西画的连亲儿子都不认识他了，可跟他同生共死的兄弟叶枫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宋三兄弟，他两腿一弯准备下跪时，宋怀安一把扶起他。不必多礼。是，没想到还能见到您。眼睛是什么时候受伤的？去年。宋三兄弟，我没有完成您的嘱托，您惩罚我吧。说着他双膝跪地，满脸都是遗憾。他这一跪，身后的兄弟们也都跟着跪下。他们虽然没有认出宋怀安的身份，但是从自家老大的态度上来看，眼前的人身份一定很尊贵，别问，跟着跪就是了。起来，快起来，让兄弟们都起来，不早了，咱们回家里说话。好。叶枫擦了擦眼泪，转头看向众兄弟，兄弟们都起来吧。栓子、三娃，你们先回去做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三娃无奈地提醒道：大当家的，你是不是忘了咱们早就没粮食了，这些天都是喝野菜汤，这大晚上的也不好挖野菜，要不忍一忍，天就快亮了。我们带粮食了，劳烦这位大哥带路，我给大家煮点热乎饭吃。闻言，叶枫这才注意到乔西的存在，他八卦地眨了眨眼。弟妹，不是，是几个孩子给自己认的干娘。叶枫意味深长地看了宋怀安一眼，心说：我信你个鬼！什么干娘不干娘的，都是掩饰。但凡自家将军对人家没点意思，怎么可能大老远的带着人家来找他们？孤男寡女的，也不怕毁了人家小姑娘的名声。叔叔，你是海盗吗？叶枫循声望去，只见马车里坐着两个小豆丁，正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他短暂地愣了愣神。叔叔可不是海盗。宋七郎皱着小眉头，疑惑道：可是动画片里的海盗跟叔叔一样，都遮着一只眼睛啊。动画片？叶枫皱眉，想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七郎，叔叔是军人，是保家卫国的军人。宋七郎突然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朝宋怀安敬了个军礼。是，长官。乔西这孩子最近不看狗血言情剧，改看军旅题材的剧了。叶大哥，七郎这孩子从小就淘气，您别介意。不介意，不介意。别的孩子见了我都躲着，倒是七郎这孩子胆子大。走，咱们回去再说。说罢，他大手一挥，领着众人朝山寨走去。乔西想过石林山条件艰苦，可真正到了地方，才发现这里不是一般的艰苦。谁能想到，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雄们，落下残界之后，住得堪比猪窝。他们像是原始人一样，住在阴冷潮湿的山洞里，煮饭的锅灶破破烂烂，身上的衣服亦是如此。其中不少人的衣衫上还能看到斑驳的血迹。宋大哥，乔西的嗓子眼里像是被堵了一块石头似的，想说点什么，却又说不出口。先给大家伙煮饭。好。宋怀安已经认出了许多之前的部下，看到他们残缺的身体，他攥紧拳头，心如刀割。乔西压下心中的酸涩，叫上萧成去马车里搬东西。趁着众人不注意，他把别墅里的一些物资搬到马车里。萧成默默地把东西搬到地上，才喊了几个士兵过来搬。是大米，白花花的大米。萧副将，这是给咱们吃的吗？对啊，不但有大米，还有白面，有猪肉，有萝卜，白菜，有酒。今晚呢，让大家吃一顿好的。天呀，今天是要过年了吗？咋吃这么好？不，咱们过年吃的可没今天好。可不咋的，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吃的是发霉的糙米，人家那些士兵吃的是大鱼大肉。众人你一言他一语，纷纷吐槽着以前部队的不公平待遇。乔西听得拳头都硬了，同样是保家卫国的将士们，凭什么还要分3、6、9等？就因为他们是宋家军，所以活该被欺辱吗？既然如此，那他就要让宋家军成为整个大梁朝最令人羡慕的一支军队，让那些曾经欺辱他们的人后悔去吧。饭是乔西、栓子、三娃和另外几个士兵做的，白花花的大米饭，热腾腾的猪肉炖白菜和萝卜，还有凉拌猪杂、萝卜咸菜。要不是时间紧迫，乔西真想多做几道硬菜，犒劳这些英雄们。可尽管如此，众人已经很满足了。有士兵捧着
饭碗哭了起来。爹娘，儿子出息了，儿子竟然吃上了白米饭了，还是满满一大碗。我也出息了，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现在就算让我死了也值了。萧成冷喝道：都说什么胡话，都好好的活着，我们大家伙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有乔姑娘这个小仙女在，他们往后的日子肯定不用愁。对，大家都好好活着，以后不仅有大白米饭吃，还有大白馒头，一日3餐，顿顿有肉有菜，冬天不会冷着，下雨不会淋着。这是乔西对众人的承诺，也是他想为这些士兵们做的事情。士兵们只当他是在说大话。乔姑娘，以后只要不饿肚子就行，吃啥不重要。是啊，我们不挑食，啥都能吃。不远处，叶枫看着正在给士兵们盛饭的乔西，打趣道：孩子们有干爹没啊？没的话，那我就自告奋勇认下他们了。言外之意，我要讨乔姑娘当媳妇儿。听懂了叶枫的意思，宋怀安自嘲地笑了笑：别想了，人家有心悦之人。你见过没有？宋怀安喝了口二锅头，心里烦闷极了。将军，你还是不懂女人。看到乔西走过来，叶枫赶紧闭了嘴。宋大哥，叶大哥，吃饭了。接过饭碗，叶枫眼珠子转了转。乔姑娘辛苦了，我们山寨条件简陋，委屈你了。不委屈。乔西微微摇头，丝毫没有把这点小困难放在心上。实在不好意思，乔姑娘，你也看到了，我们山寨就这么几个山洞，所以只能委屈你跟宋三兄弟和2个孩子一起挤挤了。扔下这话，叶枫拽着萧成溜之大吉。2年多未见，宋怀安也没想到几个旧部的胆子竟然如此之大，问都不问他一声就敢乱安排。你们休息，我去马车上休息。宋大哥，乔西叫住宋怀安，红着脸说：还是睡山洞吧，刚刚叶大哥也说了，晚上山上有狼。宋怀安张了张嘴，刚想拒绝时，就见乔西眸色认真道：正好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聊一下。宋怀安应了一声，耳尖红得不像样子。虽然跟乔西抱也抱了，亲也亲了，可自打被他拒绝后，他总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别扭。山里昼夜温差大，乔西从别墅取出棉被、枕头和洗干净的4件套，铺好床之后，让梁小芝上床睡觉。舟车劳顿多日，饶是什么心也不操的梁小芝也困得不行，几乎是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宋大哥，你打算怎么安置叶大哥他们？原本闭目养神的宋怀安突然睁开眼睛，看着乔西，神色茫然。我还没想好。直觉告诉他，乔西有办法安置这些残缺的将士们。果不其然，下一秒耳边就传来他清脆的嗓音：我倒是有个想法，你要不要听听？把他们都带回洛河村吧。宋怀安皱了皱眉，这个我是想过，只是这么多人不太好安排。他刚刚问过叶枫，石林山现有活人一共666人，另外还安葬了5888名惨死的烈士。已经安葬的烈士倒也不必再费周折，就让他们在这里安息。可活着的666人身体上都或多或少有了一定残缺，基本丧失了养活自己的能力，怎么不好安排？我就不信了，那么大个云栖山还安置不了叶大哥他们，真要安置不了，那咱们再买座山就是了，或者说自己找个地儿另建城池。以宋怀安和6郎、7郎玉玉的身份，他们和狗皇帝之间注定会不死不休，所以另建城池，自己当城主也不是不可以。似乎没想到乔西的胆子会这么大。宋怀安靠在石壁上，老半天没有说话。见状，乔西急了：宋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真的需要那些将士们帮忙。帮忙？对啊，你不会忘了咱们买山的初衷吧？没有。买山是为了种果树，宋怀安记得，那不就行了？种果树是不是得先有人种树？种完树之后，是不是得有人施肥浇水？等果子成熟之后，是不是还得有人采摘？这些将士们虽然都有一定的残缺，但是不影响他们干活。腿脚好的可以下地干活，腿脚不好的可以跟着2郎做木活，眼睛不好的也没关系，日子还很长，我总能帮他们想到出路。那种4肢都没了的，咱们就养着呗，不就是添一双筷子的事情吗？而且我们那边可以做假肢，等时机成熟了，我就找人给他们做些假肢，这样没腿的将士们也可以下地干活。除了种果树之外，我还打算种一些中药、种粮食，这些都需要人手。宋怀安眉头舒展，看向乔西的眼神带着一丝感激。乔姑娘，我代表所有身体有残缺的兄弟们，谢谢你。谢我干啥？我花的可是你的钱，说白了，你是我老板，我就是你的打工仔。为老板排忧解难，是每一个打工仔应尽的义务。
既然钱都给你了，那就是你的钱。好吧，咱们得先回洛河村安排安排，再来接他们。没有时空之门，他回不去别墅，也没办法购买物资安顿这些残疾将士，需要买活动板房、架子床、被褥、枕头等等。另外还得买几辆卡车帮这些人搬家，否则以这些人的脚程，年前能不能走到洛河村都是一个问题。他得先回现代，把要购买的物资全部准备齐全。对此，宋怀安也没有什么意见啊。宋大哥，我先睡了，晚安。话刚说完，脖子上就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怎么了？我身上长虱子了，好痒。宋怀安站起身，抱歉，我们这边条件不好，我去给你烧热水，你洗个澡，换身干净衣裳。虽然宋怀安没说，但乔西知道，赶了好几天路，他也累得不行，便阻止道：宋大哥，算了，不用忙活了，我忍一忍，过几天回别墅洗。乔西嘴上这样说着，心里却在吐槽穿越大神。别的小说女主不都随时随地可以进出空间吗？为什么就她这么悲催，需要通过时空之门？这不耽误事情吗？再说了，她之所以跑这么远，还不是为了做好事儿，就不能给她一点小奖励吗？没事，你稍等一下，我很快就回来。见宋怀安执意要去，乔西也没有再挽留。这时眼前闪过一片金光，熟悉的时光之门就这么毫无预兆的出现在了山洞里。乔西瞪大眼睛，眉眼间全是喜色，看来没事儿还得多吐槽吐槽穿越大神，多给自己谋谋福利。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多做好事儿，才有资格跟穿越大神谈条件。宋怀安走到了洞口，突然感觉到山洞里明显比刚才亮了不少，回头一看，瞬间又惊又喜。乔姑娘，你带孩子们回别墅，我在这守着。好。乔西叫醒梁小芝，回别墅洗了个舒舒服服的澡，才过来唤宋怀安。宋大哥，你也回别墅洗个澡。隔壁叶枫感受到这边气息的变化，小程不对劲，隔壁石洞少了3个人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少废话。叶枫担心宋怀安出意外，叶枫犹豫再三，还是起了床，来到隔壁山洞门口，问道：宋三兄弟，你在不在？乔西心里咯噔一下，刚想说宋怀安睡着了时，就见当事人披着一头半干的头发从时空之门出来。叶大哥找你啊。你回别墅睡，我跟叶大哥聊会儿天。既然决定要带他们走，那有些事情也是时候该让他们知道了。乔西点头，转身回了别墅。等乔西离开之后，时空之门再度消失。宋怀安走到洞口，看着一脸急切的叶枫，满是歉意道：不好意思，叶大哥，让您担心了。唉，你没事就好。闻到宋怀安身上的香味，叶枫眼底闪过一丝疑惑，自家将军刚刚到底是去哪里了？怎么像是刚沐浴完的样子？叶大哥，我打算带你们回洛河村。所幸两人都睡不着，宋怀安便把刚刚跟乔西商量好的事情告诉了叶枫。可以吗？当然。见叶枫不说话，宋怀安挑眉：怎么不愿意去？愿意，咋不愿意啊？不但我愿意，弟兄们都愿意。他们之所以窝在石林山，就是为了等宋怀安，为了给自己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怀安本尊都来了，那他们也没必要死守在这里。好，把队伍里嘴巴不严的全都给踢了。他是善良，但不会善良的没边儿，留下那些嘴巴不严的残疾将士，只会害了大家。将军，您放心，能留下的兄弟都是100%靠得住的，那些靠不住的，我早找机会踢出局了。见叶枫一脸正色，宋怀安放下心来。不早了，回去睡觉吧，有什么事情明日再说。次日，乔西借口肚子不舒服，躲在山洞里一直没出来。实则他正开着红光 mini 去找齐岩。齐岩人脉广，他需要买货车、买活动板房、买架子床，总之要买好多东西。乔西一边开车一边想，要是能把狗皇帝的国库给端了，指不定他就真的可以躺平了。古堡斋，齐爷爷、齐叔叔、齐岩，你们都在啊？乔西进来的时候，祖孙3人正凑在一起，不知道在密谋什么。姑奶奶，您总算是回来了。看到乔西，齐岩差点哭出来。天知道他这几天给乔西发了多少条微信，可就是不见他回。山里没信号，就没跟你联系。哦，对了，我需要买卡车、活动板房、架子床，这些你有熟人没？西总，你这是准备进山挖矿？臭小子，你就说你有没有熟人，哪来那么多废话？齐岩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自家老爷子念叨，急忙点头说道：有，什么时候要？尽快。乔西垂眸想了一下，汽油能帮忙解决吗？山里没有加油站，不好加油。
齐言越听越觉得乔西是在通往一条犯罪之路，提醒他：西总，我可不想公司还没开起来，你就被帽子叔叔请进去吃牢饭了。乔西翻了个大白眼，你就不能盼着我点好？我肯定是盼着你好啊，可你这很难不让人怀疑啊。齐言收起吊儿郎当的神情，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老齐家祖祖辈辈可都是正儿八经买卖人，我可不希望因为你的事情被迫进局子吃牢饭。时空之门的事情乔西知道瞒不了多久，没办法，他要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夸张，而且等化妆品公司成立后，他还要搬一些产品去古代。见齐言把话都说到这种地步，他干脆摊牌了，担心吓着齐家爷孙三人，他暗示道：齐爷爷，上次那个匣子是一个名叫齐德龙的老人托我送给您的，因为我借着您的名义跟他送了一些水果和糕点，作为回礼，他就送了一个匣子给我。齐德龙，齐老爷子瞪大眼睛，满眼不可置信。是他知道的那个齐德龙吗？是他，他还有个儿子叫齐东强，今年20好几了，还没有找到对象。齐东强？齐老爷子呼吸一滞，不是吧？不是吧？真的是他那迷人的老祖宗？没错，他们之前开了家当铺，名叫万福当铺，后来因为收了一个琉璃瓶，就改名叫古堡阁。齐老爷子双腿一软，差点摔到地上。齐言一把扶住齐老爷子，一脸不爽地看向乔西。乔西，我不管什么齐德龙东强的，老爷子身体不好，你可别吓着老爷子。臭小子，你可闭嘴吧你！老祖宗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明理，快去垃圾站翻翻垃圾，我把老祖宗给我的东西给丢了。齐老爷子肠子都悔青了。那天乔西前脚走，后脚他就把牛奶瓶和饮料瓶给扔了。爸呀，这都过去多久了？那只瓶子估计早就被收废品的给回收了。齐老爷子气得直拍大腿，懊恼了一会儿后，又瞪着乔西说：你说你这丫头也真是的，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爷爷说一声。哎，我提醒您了，让您好好收着，是您不听劝的。不过没事儿，瓶子我家多的是，我改天再给您送几个过来。哎呦，那能一样吗？齐老爷子捂着心口，越想越气。老半天之后，他才问道：他们过得好吗？挺好的，齐掌柜很有先见之明，每年都有囤粮的习惯，所以这场饥荒他们家没饿着。那我能见见他吗？目前不行。乔西苦着一张脸，他试过了，除了他能在2个世界互穿之外，其余人都不行，包括宋家人，他们的活动范围只能在别墅内部，一旦出了别墅就会被强制送回大梁朝。意思是说以后可以？我觉得应该是，每次只要我做了好事，救了别人的命，上面会给我的权限大一些。所以林虎彪不是意外？对，他是被人点了穴，所以点穴那个人你也认识？我认识。齐老爷子一脸懵逼，准确点说，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是你爷爷经常跟你念叨的那位。啥？是那位传奇人物？是他。不是，爷爷，西总，你俩在说什么呀？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齐言听得一头雾水，齐明礼却难得智商在线，完全听懂了。哼，棒槌。所以你现在是替那位办事？是，卖给你们的那些东西都是他搞到的，我也是刚知道不久。现在要活动板房这些，就是帮他安置一些人，他们有的没腿，有的没胳膊，就挺惨的。臭小子，还不快去买车买活动板房，杵在这里当电线杆吗？既然脑子不好，你就多出点力气，一天天的就知道吃干饭。齐言就靠，咋又骂他？再买点水果糕点，让西西给老祖宗们送去。自家老祖宗当然得自己来投喂。齐爷爷，这几天不行，我现在在边关，距离齐掌柜很远，等我回到玉泉镇再给他们送去。好，那就不急。有什么是爷爷能做的吗？爷爷也想帮那位出点力，指不定好事做多了，上面就给他一次见自家老祖宗的机会。齐爷爷，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目前需要各种物资，那边饥荒还挺严重，而且那位的人被排挤被欺辱，故意不给他们饭吃，让他们打头阵，所以我需要很多物资。您若有空，帮我找找有没有便宜的。现在急需的就是大卡车、汽油、活动板房、
架子床。知道了，包在爷爷身上。你忙的话，你就去忙。爷爷筹备好物资，让齐言给你送到别墅。别墅空间太小，可能放不下这么多物资。我一会儿先去租个仓库。这时，齐言突然瞪大眼睛，后知后觉道：“我操！西总，不，西神仙，西半仙，你刚刚说你见着谁了？齐德龙、齐东强？你这反应弧还不是一般的长。你说齐掌柜要是知道有你这么个棒槌子孙后代，会不会气死？不是西半仙，真的是我想的那样吗？”见乔西点头，齐言搓了搓手，兴奋得不得了。西总、西姐、西姑奶奶，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您交代的事情，我一会儿就去办。那您能不能让我跟我家老祖宗说句话啊？不，你拍张我家老祖宗的照片给我看看就行。行，到时候我给你们录个视频。先不跟你说了，那边还有一群人等着我。您请，物资的事情您不用操心，我买好后放您家院里。乔西嗯了一声，掏出手机给齐言转了1个亿。你先花着，不够了我再给你转。说完之后，他急匆匆地离开古堡斋。将军，叶枫目瞪口呆，心说这乔姑娘当真不是神仙下凡？把东西拿出去分了吧。哦。叶枫傻愣愣地提着2袋馒头出了山洞，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看到大白馒头，那些身残志坚的将士们也都震惊不已，但是众人都默契的没有多问。于是整个山寨空前的安静，大家默默地吃着馒头，就着乔西打包回来的熟食咸菜，突然就感觉往后的日子有了奔头。山洞内，乔西塞给宋怀安1个肉夹馍，1碗凉皮。谢谢。宋怀安很喜欢这种偷偷开小灶的感觉，嘴角微微勾起一个弧度。不客气，宋大哥，我让齐言去买卡车了。趁着这段时间，咱们得找几个人学开车。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司机必须是一个健全的人，而且要聪明一些，反应快一些。咱们今晚就动身去边关，到时候我让萧成挑几个身手好的兄弟跟着一起来石林山练车。石林山目前是他们的地盘，在这里练车被外人发现的风险相对小一些，最好多挑几个，到时候可以换着开，毕竟疲劳驾驶很危险。好。吃过饭，他去找萧成，让他先想想有哪些兄弟适合当司机，列个名单，等到了边关直接去找人。王爷，我能开。算你1个，另外再找9个。天黑之后，乔西、宋怀安一行人再次踏上前往边关的路途。经过1夜舟车劳顿，他们终于在天刚蒙蒙亮时抵达边关。宋三兄弟、乔姑娘，你们先去悦来客栈住下，我去找人。到了边关，人多眼杂，萧成也不得不提高警惕。宋怀安轻车熟路，驾着马车直奔悦来客栈。大梁朝境内的所有悦来客栈都是他的私产，除了几个心腹知道外，其余人一概不知。这些年，为了不被发现行踪，他跟悦来客栈的掌柜也断了联系。进了客栈，掌柜不在，负责接待的小二压根儿不认识宋怀安，公事公办的领着他们去了一间普通房间。你带2个孩子乖乖待在客栈，不要乱跑，我去会故人，晚点就回来。宋大哥，你放心去，我和七郎、玉玉就在客栈待着，不乱跑。老子不是逃兵，放开老子！宋怀安循声望去，只见一伙官兵押着5花大绑的萧成，正在朝军营的方向走去。去妈！萧成，你他娘的还有脸吵吵？消失好几个月不见人影，不是逃兵是什么？我去你娘的！老子要是真是逃兵，还跑回来干什么呀？快给老子松开！萧成气得脸都绿了。刚刚一进城门，他就被这伙王八羔子以逃兵的罪名直接给摁在地上。活了20多年，他还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哼，是不是逃兵？等一会儿见着严将军就知道了。这时，萧成无意中瞧见人群中的宋怀安，见他浑身泛着冷意，便朝他使了个眼色，示意自己没事儿。随后，他骂骂咧咧地跟着官兵继续往前走。宋怀安一路跟着他们，目送萧成被押进军营，他心里7上8下，很是不安。干什么呢？军营附近巡逻的小兵瞧着宋怀安面生，上前盘问：小兄弟，我来找郑离，他老娘快不行了，我受他家人所托，前来给他送个信儿。说着，宋怀安从钱袋里摸出几两碎银，塞到小兵手里。郑离被关进大牢了，如今自身难保，恐怕没机会回去看他老娘了。被关进大牢了？宋怀安拧眉，心里的不安又多了几分。对，你说咱们大梁朝对他也不薄啊，他怎么那么想不开，就当了叛徒呢？闻言，宋怀安气笑了。普天之下，谁都可能是叛徒，唯独郑离不会，因为他是前太子身边的死士之一，他的命从来就不在自己手里。
所以他不会叛国，只会替他的主子守好这个国家。那陆琪呢？他跟郑离一个村的，他父母托我给他捎点东西。唉，也在大牢里关着，他们都是一伙的，就因为他们几个，咱们大梁朝损失了上万兵马。小哥，我劝你赶紧离开这里，最近不太平，当心被抓。多谢。知道小兵也是好意，宋怀安拱了拱手，转身快步朝悦来客栈走去。事发突然，他打算先安顿好乔西和2个孩子，再来想办法营救郑离他们。客栈看到宋怀安一脸凝重的回来，宋大哥，出什么事了？萧成被抓了，这里不太平，我先送你们去石林山。好，光听这话，乔西就猜到事情的严重性，把行李都收进别墅。宋怀安抱着玉玉，乔西牵着宋七郎出了房间，刚到1楼大厅，就看到悦来客栈的掌柜福伯急匆匆的进了大厅。掌柜的，您回来了。小二笑着跟他打招呼，让后厨做几道硬菜装起来。掌柜的，您这是又要给军营那帮人送饭呢？哪儿那么多话？福伯丢给他一个白眼，无意中瞥见宋怀安，他微微一怔，不确定眼前之人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便按捺住心中的激动，主动上前打招呼道：几位客官瞧着面生，是刚住店的吧？啊。宋怀安点头，那副高冷的模样跟自家主子简直如出一辙。天王盖地虎，猜到福伯遇到紧急情况，否则也不会主动试探。宋怀安只能亮出身份，宝塔镇河妖。得到确切的答案，福伯声音哽咽：主子出事了，找个能说话的地方。说着，他把怀里的玉玉塞到乔西怀里。上楼等我。好，他们一走，福伯便领着宋怀安去了后堂。主子，免礼，先说正事。郑离、萧成他们几个都被抓了，咱们的人刚刚传来消息，严嵩打算3日后在军营将他们斩首示众。我刚刚联络了几个咱们的人，打算今晚去劫狱。被抓的都是宋家军的核心人物，福伯不得不冒着被曝光身份的风险前去营救。有几成把握？福伯苦笑，嘿，半成吧。事实上，他们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军营守卫森严，劫狱就是主动去送人头。通知大家不要轻举妄动，等我的命令。不想宋怀安再度陷入危险中，福伯劝说道：主子，您还是带着王妃和孩子们先离开吧，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会把郑离、萧成他们几人给救出来的。别误会，她是几个孩子的干娘，救人的事情交给我来做，你的身份还是不要暴露的好。毕竟全国几千家悦来客栈，一旦福伯的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设想。福伯张了张嘴，还想说点什么，就被宋怀安抬手打断。不用多说，我自有打算。拗不过宋怀安，福伯只好去通知众人取消劫狱，而宋怀安则带着乔西和梁小芝出了城门，直奔石林山。宋大哥，我能做些什么？帮我照顾好梁小芝就行。劫狱是9死1生的事情，宋怀安不想让乔西参与，就算他有穿越大神的照拂，可他终归是个娇滴滴的女人。好，先吃点东西，吃饱了才有力气救人。谢谢乔姑娘，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几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不用替我报仇，你们好好活着就行。敌人太强大，他们斗不过的。闻言，乔西的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刷刷刷往下直掉。我不管，自己的孩子自己带，我又不是欠你的，凭什么要替你养娃？他哭，梁小芝也跟着哭。爹爹，你不要死！爹爹，你不要死啊！咱们回洛河村好不好呀？玉玉哭的身子一抖一抖。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宋怀安头都大了，他这还没死呢，怎么就给他哭上丧了？可叫那3人非但不听，反而一个比一个哭得凶。无奈之下，宋怀安只能把马车停在路边哄他们。别哭了，爹爹这不是好好的吗？宋怀安抱着玉玉轻声哄着，玉玉止住眼泪，看着宋怀安猛猛地说道：是啊。见乔西默默掉眼泪，小丫头抬起小胖手给他擦了擦眼泪。娘亲不哭，爹爹没死呢。乔西低头不语，眼泪一颗一颗砸在他的手背上，也砸在了宋怀安心上。别哭了，我就那样说说而已。只能扯起袖子替乔西擦眼泪。乔西抬起头，气呼呼地瞪着他：你就是不相信我？我怎么不相信你了？宋怀安觉得莫名其妙，他要是不相信他，又怎么会把几个小孩托付给他？你要是相信我，就不会向我托孤，而是问我有没有办法能救出萧大哥他们。对上他眼泪汪汪的眸子，宋怀安心如刀割，随口问道：那你有没有办法救出萧成他们？有。其实他也没想好该怎么救，只是单纯的不想宋怀安去送死啊。宋怀安挑眉，不是很相信他。至于是什么办法，我先不告诉你，除非你带我一起去救人，我就告诉你。他这点小心思哪里能瞒得住宋怀安？好，带你一起去。嘴里这样说着，可心里却没想过要带他一起去。到达石林山
山时，已经是凌晨2点。看到他们，叶枫心里也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宋三兄弟，出什么事了？萧成被抓了。宋怀安把事情一五一十讲了一遍。听完之后，叶枫神色大变。娘的，我现在就招呼弟兄们去干他丫的！不用，福伯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人手。宋怀安用眼神指了指乔西，示意叶枫闭嘴。叶枫反应过来，一拍大腿道：哎呀，瞧我怎么就把福伯给忘了呢？既然如此，那你们先休息吧，我也困了。有什么事情咱们明天再说吧。送走叶枫，宋怀安对乔西说：不早了，你带玉玉和宋七郎回别墅休息吧，我在这守着。我不。乔西哪能不知道，宋怀安就是想把他给支走，然后带着叶枫他们杀回边关。不怕狮子了？叶枫那床上可全是狮子。不怕，反正你别想丢下我。